你干什么？你醒了，爷，你不是哑巴？什么哑巴？牙婆说你是哑巴，我们大家就都以为你是哑巴了。而且你前段时间确实不会说话呀，不是哑巴是啥？既然不是哑巴，那你说你把钱藏哪了？什么钱？还想装蒜？给娘治病的钱啊！你把钱偷走了，娘还等着拿钱去买药呢。钱？公寓脑袋猝不及防传来一阵疼痛，紧接着一些不属于他的记忆便倾泻而来。上一世他是龙国的一名女特工，在一次执行任务中不幸被手榴弹击飞，谁知道这一睁眼便穿越到了这大梁国，而这具身体的原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半个月前竟然落入牙婆之手。哑巴不值钱，正好遇到上阳村的夏家来买媳妇，牙婆就跟送瘟神一样把原主给贱卖了。但到了夏家，短短10天的时间，原主就往外跑了4、5次。今天他又一次逃跑，还顺便偷走了夏家仅有的2两银子，一醒来就穿越到了这女人身上。文轩哥，文轩哥，门栓，你找我什么事啊？文轩哥，我娘叫我来找你回去，说是你娘快要不行了。我来的时候，我娘不是还好好的吗？我娘说你娘听到你们家新买的媳妇跑了，然后可能就急火攻心了。你个死女人，都是你害的！要是我娘有个3长2短，看我不揍死你！到底是花了钱的。他转身就把公寓给背起来，急匆匆的便往家赶。公寓朝左手的食指上瞄过去，目睹食指上戴着的一枚蓝戒，他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原来这戒指内有空间，上辈子中西医兼修之后，他往里面存储了丰富的药物和一些日常生活用品，要是丢失了的话，他会很心疼。娘，文轩，你终于回来了，你快来看看吧。你娘从你离开后，病情就越发的严重了。娘，我回来了，你醒醒啊！你看，我把人给找回来了。周氏虚弱的睁开眼睛，看了看公寓。好，文，你是说文化吗？他去山里打猎还没有回来，不过我已经叫人去找他了。还有文南和文桃，看样这是想见孩子们最后一面了。娘，你撑着，我马上去给你请大夫，大夫一定能够治好你的。说完就奔了出去，还顺便把公寓丢到柴房里。公寓原本就只有一点微弱的意识，被夏文轩往草堆上一扔，直接就晕了过去。等他醒来的时候，天色已经暗沉下来了，外面几个人一起大哭的声音不住的传来。这是怎么回事？难不成周氏死了吗？公寓正这样想，一个女子暴怒的声音就响彻在空中。都怪那个扫把星，是他害死了我娘，我要打死他，让他赔命。话音刚落，急促的跑步声便往这边传来，一脚便踹开柴房的门。公寓就愣，只见一个15、16岁少女提着一把扫帚凶巴巴的进来。扫把星，我打死你，你赔我娘的命来。文桃，你可不能这样鲁莽啊！李大娘，你别拦我，他害死了我娘，我不打死他，过不了我心里这个坎。唉，文桃，刚刚你三哥说了，他在城里都已经被几个卖马的人打得半死不活的了，你再打他，那还不得真的把他给打死了吗？公寓一愣，努力的在想昨天市集发生的一切，为什么卖马的会打他？但脑袋冷不防又疼了起来。打死了好，打死了也是他活该。文桃，你不能打他，你想想你娘临终前都要看到他回来才安心，你知道是为什么吗？为什么？这些年先是你爹生病，接着是你娘生病，为了给二老治病，你二哥和三哥的婚事全都拖着了，你娘心里觉得过意不去，所以才会要他们无论如何都买一个媳妇回来。可是他害死了我娘。不是的，文桃，你可不能这样想，你娘10天前就让你二哥和三哥去找牙婆买人，实际上从那时起，你娘就知道她撑不了多少时日了。可是我娘她……文桃，节哀顺变吧。哼，你个扫把星，就算我今天不打死你，以后我也一定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此时夏家院子里来了不少人，都是来吊唁周氏的。夏文轩从屋里出来，羞肿的向里正开口借钱安葬母亲。文轩啊，不是赵爷爷不借给你，实在是10天前你二哥向我借了10两银子去买那姑娘，赵爷爷现在也拿不出什么银子来了。要不向大家借吧，反正你二哥去山里打猎，要不了多久就能还上的。李正在村里颇有威信，说句话还是管用的，大家都纷纷回家拿了银子。此时公寓站在柴房的窗户边看得清清楚楚，忽然觉得过意不去，要不是原主偷了夏家的银子，大概周氏不会这么快毙命。第二日，公寓是在吹吹打打的喇叭声中被吵醒的，到窗口处一看，原来夏家昨晚连夜去城里买来棺材，一大早就开始入殓起经了。这种吵闹持续了3天，直到第4天早晨把棺材送上山后，才算是消停了下来。这是你的早饭，赶紧吃吧。哼，夏文轩，你喂狗呢？把饭就放在地上吗？这柴房里没有桌子，也只能将就了。文轩哥，不好了！文轩哥，不好了！大哥，他受伤了，好多的血。
只见几个村民把夏文化给抬了进来，夏文化躺在一副担架上，脸色苍白，全身是血。我二哥这是怎么了？文轩，我们跟文化去打猎的时候遇到了熊瞎子，文化为了救我们，所以就伤成这样了。文轩哥，我们把文化哥放到哪？夏文轩醒不过来，赶紧让他们把夏文化抬到屋里去，自己也赶紧去请大夫。哎，文轩，你二哥没法治了，你还是准备后事吧。罗大夫，我求求你，求求你救救我二哥，不管要多少钱，我都会筹给你的。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咱们乡里乡亲的，我会那么计较吗？实在是我医术浅薄，没法救啊。那怎么办？去城里请大夫吗？文化失血过多，就算是请城里的大夫来，他也是回天乏术。这意思是我二哥就没法救了吗？他胸前的伤，那熊瞎子一爪子下去，几道口子都深可见骨，这得怎么治啊？二哥，你不能死啊！咱娘刚走，你怎么也要去了呢？夏文轩，我给你二哥治。你说什么？我说我可以救你二哥。你能救？你要是再磨蹭的话，那我也救不了了。可是你什么都没有，怎么救？这个不用你管，我自有办法。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什么事？我救人的时候不允许有第二个人在场，你们都要出去。还有夏文轩，你要在外面守好门，不能让任何人进来，知道了吗？夏文轩先是一愣，随后便答应了下来。他也知道现在只能死马当做活马医了。好了，都出去吧。对了，你再去烧点热水。哦，好。随后众人便都出去，随着一声关门声，龚玉便开始了他的医治。他先观察了下夏文化的伤势，就这伤势没有一定的医术，根本就无法愈合，难怪罗大夫会直接知难而退。现在需要马上手术。龚玉意念一动，便把夏文化放在了空间的手术台上面。龚玉盘腿坐到床上，凝神让自己的意识进入空间。对于这空间介质，他能把别人带进去，自己却是不能进去。他能进去的只是自己的意识。文轩，你就让我们进去看看文化吧，我们不是来要债的。你就甭给夏老三废话了，你就直接告诉他，我们就是来看夏老二有没有死掉的。我们把钱借给他家，可都是看在夏老二的面上。要是夏老二出了意外死掉的话，那我们借出去的钱可怎么办啊？夏文轩一听这话，脸色瞬间便沉了下来。我二哥没死，就算是有什么意外，给你们借的钱我也会还你们的，绝不赖账。夏文轩，就你那身体，种个地都累得气喘吁吁的，你怎么赚钱来还啊？就算是我三哥还不上，不是还有我吗？各位父老乡亲，我夏家感谢你们借钱给我们安葬母亲，可是我娘这才入土，你们就闹着来要账，你们这不是逼迫人吗？就是给你们借的钱，这才几天啊，你们就来要，还要不要脸了？夏文桃，你说话别太难听。想要听好听的，你别来啊！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夏周氏这才入土，你们就来要债，是不是想让夏周氏死了都不得安宁啊？想让他们夏家还钱，怎么也得给人家一点时间啊！那得给他们多少时间啊？总不能无限期的拖下去吧？李正听完后，便转身看向夏文轩，希望夏文轩给他一个期限。夏文轩闭眼想了一会，便说道：“顶多3年。3年？不行，时间太长了，顶多到过年的时候，你看你答不答应？”现在距离过年还有2个月时间，用什么方法能赚到20多两银子呢？夏文轩更加为难了。就在此时，龚玉已经治疗的差不多了，推门走了出来。夏文轩，答应他们，过年之前一定还清他们的债务。你不是哑巴吗？怎么开口说话了？夏文南和夏文桃也是一惊，能开口说话10两银子的便宜货，这不是跟赚了一样吗？好，那便到过年之前，我夏家就是砸锅卖铁，也会把你们所有人的债务都还了。你居然不是哑巴？不想说话便是哑巴了吗？不是哑巴就好。今天真是多谢李正爷爷了。以后在夏家就好好过吧。关于这个问题，龚玉可不敢回答，只是微微一笑。行了，既然夏文轩都已经答应了你们，那你们就都散了吧。总是处在夏家的院子里，像什么样啊？那要是到过年之前，他们还是还不了呢？赵财宝，要是我们家还不了钱，那就把它卖了来还债，这样你总该放心了吧？好啊，好啊。龚玉刚想对他2句，就突然感觉到夏文化的生命体征竟然变弱。不好，夏文化要凉。夏文轩，像刚才一样，别让任何人进来打扰我。他这是怎么了？怎么这么急往屋里面跑？我进去看看。文南，你先去烧水，一会我再跟你说。哦，好。你二哥回来了，不过吗？好像是受伤了。什么？三哥，他们说二哥受伤了，是真的吗？夏文桃说着就要往屋里面冲。文桃，你先别进去。三哥，啥意思啊？我怎么不能进去呢？大家都散了吧，有事做事去，别在这里杵着了。
公寓进入空间，先是给夏文化打了强心针，随后便又用心肺复苏机进行心脏复苏。帅哥，你可不能死！你用了我那么多的血，又用了那么多的药，死了的话，我那些药不就都浪费了吗？三哥，那他们说二哥受伤了，是真的吗？我想看看二哥啊。你就先别进去了，闹腾到现在，时间都不早了，你快去做饭吧。那个女人怎么能进去呢？你先别问了，你先赶紧去做饭吧。你二哥他肯定会没事的。在夏文轩的坚持下，夏文桃也只好先乖乖的去做饭了。我二哥现在怎么样了？你还是在外面待着吧，有我在，他不会有事。真的不会有事吗？那是肯定了，我说他不会有事，他就不会有事。那你干嘛不让我进去看看？不解释。啥？放心啦，天黑之前你就可以进去了，先在外面等等吧。之所以现在不让夏文轩进去，其实是夏文化还在空间里面输液，估计天黑之前才能完事。二哥，我二哥怎么伤成这样了？别喊了，他还昏睡着呢。我二哥伤得这么重，他会没事吗？死不了。你个死八婆，居然敢骂我二哥死！死八婆！夏文桃，你最好把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哟，你还挺凶，别忘了，你可是我们家买来的奴隶。文桃，你胡说什么呢？哼！我二哥没事了吗？差不多了。我妹妹文桃不懂事，还望你不要介意啊。对了，你叫什么名字？什么？他现在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吗？我叫龚玉。姓龚？那你怎么不姓武呢？那你姓夏干什么？怎么不姓尚呢？你……行啊，文桃别闹了，要不是龚玉，二哥估计就没了。什么？我二哥是你救的？那我二哥这浑身上下不被你看个精光吗？少说屁话，在医生眼里没有男女之分。什么是医生？就是你们说的大夫。此时夏文化咳嗽了一声，意识清醒了过来。二哥，你终于醒了。我还活着吗？二哥，你还活着啊？是他救了你。夏文化努力地看向公寓。他是谁？夏文化，你花了10两银子把我买回来，你不知道我是谁？你不是哑巴吗？怎么会说话了？我会说话难道不好吗？那你叫什么名字？合着你把我买回来，你都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卖身契不是写着我的名字吗？没有，卖身契上只是用哑巴作为代号。是吗？那是不是说那张卖身契对不上号就可以不算数了呢？忙活了一天，肚子饿得咕咕叫。可是当公寓去厨房准备吃饭时，夏文桃却是将一个窝窝头放到灶台上，让他去那边吃。这意思是他没有跟他们一起上桌的资格。文桃，你还有完没完？没完，就这么一个扫把星，你愿意跟他一起吃饭，我才不愿意呢。哼！什么扫把星？你别胡说。还不是扫把星吗？你看他来了以后，咱家发生了多少事？要不是他二哥，怎么又会受伤？等等，你二哥受伤管我什么事啊？我二哥借了10两银子把你买来，然后为了还赵爷爷的10两银子，我二哥才去山里打猎的。我怎么觉得你二哥是为了赚钱给你娘治病才去山里的？再说了，好像是我叫你二哥把我买回来的一样，我根本就不乐意，好吧？你……夏文桃见说不过公寓，便转移话题。哼，先前还大言不惭的让我三哥答应大家过年前还债，20多两银子，我二哥受伤了，到时候拿什么还？想办法赚钱不就得了？你赚钱，说的好像你能赚钱一样，2个月你能赚20两吗？很难了。让我们过年前还债，然后你拍拍屁股一跑，就没你什么事了。真不知道你这人怎地那么多事。你别担心，在没还清债务之前，我不会走的。啥？这意思是还清了债务你就要走了？不走，难道要一直留在你家吗？开什么国际玩笑？就这样，这两人又吵了一会，大家都纷纷回去睡觉。由于夏家人多房少，夏文轩和夏文南只能挤到菜房睡，公寓则睡到了厨房。我怎么这么苦逼啊？别人穿越不是公主就是皇后的，但我这儿可好，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文桃快讲，不好，三哥的病有复发。文桃，你看着三哥，我去请罗大夫。那个玉桃。大哥，我叫龚玉。啊，对，你不是会治吗？你快去给三哥看看吧，他的病有复发。随后3个便来到了菜房，只见夏文轩躺在草堆上，脸色苍白，眉头紧皱，全身蜷缩在一起，俨然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夏文轩，你哪里不舒服？三哥，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啊！不好，他现在呈现出假死的状况，我得马上对他进行急救。公寓不敢耽误，当即在夏文轩的胸腔上按压起来。你干什么啊？我三哥都快不行了，你怎么还压他呢？你赶紧放手！闭嘴！不想你二哥死，就给我滚出去！公寓这次是真的生气了，夏文桃也感觉到了害怕。我去请罗大夫。四哥，你看着他，千万别让他回来。
这是干嘛呀？夏文南，吸一口气，用力吹进你三哥的嘴巴里面。嘴被吹气，那成什么了？你快点啊！他想不想要你三哥活命了？哦，好。我三哥是不是没事了？没那么简单，你去外面守着，别影响我。哦，好。随后，宫玉便在空间里面拿出银针，迅速的给夏文轩施针。是夏文轩吐在草堆上的血黑中带子，极不正常。罗大夫，你快点，我三哥在柴房里面。你三哥这次发病似乎比往常猛烈，但好在处理的及时，而且方法也相当妥当，所以你三哥现在已无大碍。待我给他几副药，他吃了后暂时就会没事了。对了，这是怎么处理的？是他帮我三哥医治的。罗大夫一眼惊讶，没想到这个女人的医术这么高超。刚刚是瞎猫碰到死耗子。这地方潮湿阴凉，赶快把你三哥放床上去吧，我一会再给他开个方子。以后就让我三哥睡厨房这屋吧，他身体不好，你也看到了。宫玉没有回答，只是白了一眼夏文涛。你怎么还不去抓药？我也想啊，给我娘办了丧事后，所有的钱就都用光了，现在哪里有钱抓药？真是够了，看来又要在空间拿药救他了。算了，你就先不去抓药了，把夏文轩交给我就行了。宫玉，你看那边是文桃吗？后面怎么跟着好几个男的呢？宫玉顺着李大娘手指的地方看过去，只见夏文桃带着几个人向着这边走来。李大娘，你也在啊？文桃，你带这么多人来是有什么事吗？我……夏文桃支支吾吾的，在李大娘的面前，好似有些难以开口。李大娘，文桃妹子是想把她二哥和三哥买的这媳妇给卖了，这个是城里来的宋牙婆。文桃，这买回来的姑娘，你怎么能做主给卖了呢？李大娘，我也不想这样啊，可是我二哥和三哥都病着躺在床上，我们家没钱抓药，没有办法。夏文桃，你想要给你二哥和三哥抓药，那你把你自己卖了，不是显得更有诚意吗？你懒得跟你废话，宋牙婆，她就是我要卖的人，你看看能出多少银子吧。宋牙婆打量了一下宫玉，随后便说道：“18两，太少了，你再加2两，给凑个整。不加，18两已经是够多的了。那行，18两就18两，你给钱，立马把人带走。这姑娘不是你们家买的吗？去给我把卖身契拿来吧。好，那你们跟我回家去拿。”夏文桃在屋里翻了半天也没找到那个卖身契，此时夏文化也被惊醒了。文桃，你找什么呢？二哥，那个公寓的卖身契在哪里？你要它干什么？你这是想把它卖了吗？二哥，你伤得这么重，不卖了它，哪有钱去给你抓药啊？没事的，我年轻再躺几天就好了。腿都断了，好什么好？什么？腿断了？二哥，你的腿瘸了，留着它也没用啊，还不如卖了，用那钱可以做点别的事。夏文桃，你这么想把我卖了，是想赚点银子呢，还是怎么的？你管不着，哼。那请问，你觉得18两银子能治好你二哥吗？不管能不能治好，都得治。那好，你把卖身契给我，我保证把你的腿给治好了。你说什么？你能治好我的腿？对，只要你把卖身契给我，我就答应帮你治。此时在外面等了许久的宋牙婆已经不耐烦了。喂，你到底有没有找到卖身契啊？不卖了，你们走吧。二哥，我把宋牙婆都请到家里来了，要是不卖的话，人家得怎么说我呀？你难道没听到吗？月儿刚刚都说了，把卖身契给他，他能把我的腿给治好了。我说不卖就不卖，你别在这影响我休息了。可是二哥，文桃啊，听你二哥，走，咱们都出去吧。宋牙婆不是好惹，听夏文桃反悔说不卖了，便在院了骂了好一阵才离开。你个丑八婆，我现在有事要出去，等我回来之前，你把饭做好了。哼！夏文轩，你怎么起来了？我醒了，感觉没事就起来了。对了，刚刚院子里吵吵嚷嚷的，到底怎么回事啊？那个，你得去问夏文桃，才能知道具体的情况。问他。行了，先不说这个了。对了，夏文轩，你是在哪中的毒？你说什么？我中毒了？不会吧，夏文轩，你不知道你中毒吗？不知道。夏文轩一脸的茫然，但明显他已经在深思他是怎么中毒的了。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你中毒应该有3年的时间了。是呀，我这病就是从3年前开始的。那你仔细想想，你是怎么中的毒？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我就以后慢慢想吧。对了，这饭我已经焖上了，我想出去走走，一会就回来。那我陪你走走吧。这是怕我逃跑啊？大勇哥，你这么着急干什么去？我媳妇难产，刚刚去请罗大夫看看，可是刚到我家才知道药箱忘记带了，我这不去拿药箱了吗？难产？行了，先不跟你说了，我得先走了。哎，他媳妇要是难产的话，罗大夫去了大概也没用。难道罗大夫不会接生吗？罗大夫给人治病还行，
接生这事以前也没做过啊，大概是赵勇没办法了，才拉着他硬上的。夏文轩，咱们跟去看看吧。咱们去干什么？哎呀，走吧，反正现在也没什么事。夏文轩没办法，也只能答应。这可怎么办啊？都1天1夜了，还生不下来，赵勇媳妇不会出啥事吧？你快闭嘴吧，罗大夫都来了，他一定会没事的。怎么了？赵勇媳妇怎么了？出血，大出血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孩子就是生不下来。那罗大夫不是在里面吗？罗大夫他也没见过这种事啊。宫玉原本只是来看看的，听见赵二婶说的话，不由也心急起来，眉头皱了皱，他便朝赵勇家开着的院门走去。你要干嘛？我想去看看。罗大夫，你别走啊！没用了，产妇难产出血，气息虚弱，已经被肚子里的孩子拖垮了。趁他还有一口气，你还有什么话就去给他说说吧。起来，带我去看看你媳妇。你是谁？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媳妇现在难产。你是不是会接生？你话可真多，再不去看恐怕要晚了。宫玉直接来到床前，先给孕妇把个把脉，然后便把被褥从产妇的身上掀开一半。你干什么啊？别吵，你先出去，听见我叫你，你再进来。你是接生的？对，你先赶紧出去。好。说完，赵二婶便走了出去。宫玉转头意念转动，取出一瓶功能饮料，用一根吸管放进产妇的嘴里。听我的，用最快的速度把这瓶东西喝干净。这是什么东西？你先别问了，快点喝。为了孩子，他一鼓作气地把饮料喝了个干净。随后，宫玉将手放到产妇的肚子上，闭上眼睛去感受孩子在产妇肚子里的位置。孩子的抬头有点高，一会儿我帮你，然后你根据我的提示用力。好。喝了红牛后，他的精神状态明显好了不少。生了吗？天啦，老天保佑，终于生了。生了一个闺女，恭喜你了。生了，终于生了，我媳妇没事吧？没事，只是刚生完身子虚一些，多给她吃点好东西补补吧。好，那真的太谢谢你了，姑娘。赵勇想留下文轩和宫玉吃完饭再走，可是他两个没有留下，便离开了赵家。宫玉，你怎么能随便去给人家接生呢？你懂什么？事实上，我真懂。你真懂？你二哥的伤不也是我治的吗？可是，要是赵勇媳妇出了什么意外，你不就脱不了干系了吗？你是说他们会把责任都推到我的身上？这种事发生的可不少啊。要不你看罗大夫怎么跑得那么快？可是赵勇媳妇的情况并不像罗大夫想的那么严重，他丢下赵勇媳妇不管，那赵勇媳妇不就得等死了吗？我做不到他那样。哎，以后不要这么莽撞，想一个万全之策。丑八婆，你带我三哥出去干什么去了？不知道我三哥有病在身吗？你这是想害死他吗？文桃，不要瞎说，是我要出去走走的，跟宫玉没有关系。宫玉懒得答应夏文桃，随后便走到灶台前，拿起一碗黄豆。你拿黄豆干什么？我要干什么？你看着就行了。告诉你，我们家的黄豆是要拿去卖的，容不得你随意处置。哼，夏文桃，你知道豆芽吗？豆芽是啥东西？就是这黄豆做的。做来干什么？卖啊，要不怎么还钱？听都没听过的东西，谁会给你买？没听过，不代表不能吃，也不代表我以后卖不出去。那行，我就看你能不能卖出去。要是卖不出去，就把你给卖了。就在此时，夏文南拿着一只野鸡和2只野兔走了进来。四哥，这是你打的吗？文南，打猎不好打吧？山林的外围都基本上没有猎物了，得往里走才打得到。然后越往里走就越危险，对吗？对，也就是二哥胆子大才敢往里走。你胆子也不小，要不然也打不了这野鸡和野兔。四哥，这野鸡和野兔咱是留着吃呢，还是卖了？我都好多天没吃过肉了。我听三哥的，野鸡留着给你二哥补身子，野兔卖了吧，好还债。好，那明早我就上集市把它卖了。第二日，夏文南便早早的出了门，刚没走出多远，便碰到了本村的赵二狗。赵二狗看到他手里的野兔，眼睛一亮。夏文南，你去山里居然打到2只野兔啊，好运脚。这样好了，你把这野兔给我，我拿去给我二婶，也可抵一些债。赵二狗，你别没事找事。啥没事找事？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难道还想欠着不还吗？欠人钱财，被人数落，夏文南终究觉得过意不去，涨红了脸，他半天都说不出话来。此时宫玉从后面走了上来。你叫赵二狗对吧？请问我们家欠你钱了吗？夏家欠了我二婶的钱，那不就和欠我的钱是一样的吗？是不是太高看自己了？想要钱让你二婶来。再说了，那天不是都说好了吗？过年前我们一定会还清。在此之前，还请你们别打扰我们。那行，
你反正都要卖的，干脆就卖给我好了。20个铜板，怎样？多少？城里都是30文钱一斤，我这兔子怎么也有3斤呢？100个铜板，你要便拿起来取，不要便滚开点，别挡路。你个八婆，居然敢让我滚！说着，赵二狗就要上前打公寓，公寓也不是好惹的，一拳便把赵二打倒。你敢打人？发生什么事了？夏文轩，你来的正好，你管管你家女人，她竟然敢踢我！不是的，三哥，是他想拿30文钱买咱们这2只兔子，公寓不同意，他就想打公寓，谁知道公寓一拳便把他打倒了。赵二狗，你这不是想占便宜吗？踢你都是轻的，你。赵二狗一看夏家2兄弟都在，知道不是对手，只能先走。你给我等着，丑八怪，敢打我，你一定会付出代价的。说完，赵二狗便灰溜溜的逃走了。刚刚发生的一切，夏文桃在院里看得真真切切。老天不开眼，怎么不让赵二狗收拾收拾这个丑八婆呢？公寓，你没事吧？没事，他要是想碰到我，还要多练几年。夏文南，赶紧走吧，要不晚了回不来了。哦，好。走吧，咱们去看那赵勇媳妇吧。怎么还去？她不是都生完孩子了吗？这叫复查。你流血还多吗？好像不太多了，谢谢你啊。要不是你，我的孩子都不知道怎么生下来。你真是我赵家的救命恩人啊！乡里乡亲的，这么客气干什么？如果觉得身体可以，你就适当的下来走动走动。3天后，我来给你把纱布取出来。什么纱布？你流血不止，我也只能用纱布给你堵塞住止血了。不过你别担心，看你恢复的还不错，到时候应该会没事的。好。你的身体不适合生2胎了，以后注意一点。可是我还想要儿子。怎么了？我看你刚从赵家出来就心事重重的。唉，你们这里是不是家家户户都会想生一个儿子？那当然了，没有儿子岂不是断后了吗？那么说你以后也是非要生一个儿子才行吗？我婚都还没结，谈生孩子岂不是太早了？除非你愿意嫁给我。拜托，我才16岁好不好？行，先打住吧。公寓伸手阻止他，不想要他继续那个话题。忽然想起夏文桃，那夏文桃呢？她好像比我大。文桃前年就已经跟人定亲了，我娘在世的时候就和宋家商量好，今年春天把文桃嫁过去，可没想到我娘会生病。那夏文桃什么时候嫁过去呢？不知道呢。宋江和考了秀才后就不太搭理文桃了。行了，不说这个了，这天怪冷的，咱们快些回去吧。三哥，那2只野兔我卖了230文钱呢。那还真不少了。只是卖药花了1多半，现在只剩下20文了。吃药还真贵啊！一直以来吃药都比吃饭贵，所以贫穷人家都生不起病。三哥，你收着吧，这20个铜板好像啥都做不了。夏文桃盯着他手中的铜钱，嘴巴动了动，想要说什么，却又没说出口。我吃饱了。他怎么了？脸色不太好呢。不管他这2天心情就没好过。我看他可能有心事。对了，你二哥该吃药，我现在给他送过去。说完，公寓便拿着要送到夏文化的屋子。经过公寓的照料，夏文化已经可以坐起来。我能不能出去走走？夏文化，你可不能着急啊，你的腿现在不能动呢。那我一天到晚的待在屋里，连人都看不到一个，我快要闷死了。你嫌无聊啊？那叫夏文桃来陪陪你呗，他反正也没事。你来，我来。请问你多大了？还说孩子气呢？我22了。才22吗？怎么，我看起来很老吗？行了，别贫了，赶紧吃药吧。守堂，你喂我吧。为了卖身契，我忍了。就是这里了。前几天我进山打猎，误打误撞的来到这里。刚到这我就奇怪，别的地方都白雪皑皑，可这里却春意盎然一般。公寓抬头查看，只见这里植被茂密，有一片的棕树林。看到这些棕树，公寓顿时灵光一闪。太好了，这下终于有软床睡了。公寓，你在说什么呢？这棕衣你们平时拿来做什么？哦，这个搓绳子。还有呢？做衣服，下雨天穿在身上能挡雨。还有呢？没有了吧？我知道的只有这些用途。它还可以做成床垫。床垫是什么东西？就是睡觉用的，垫上之后会很柔软。那你说怎么做？我们马上开始，省得咱们以后还要睡硬硬的地板和草堆了。首先呢，咱们回去拿工具，把这棕衣剥下来，然后再搓一些麻绳。我画一个图纸，你们哥俩照着图纸编就可以了。众人说干就干，夏文轩和夏文南找来刀具，便开始剥棕衣。没出半天的功夫，便剥了2大筐。拿回来后，公寓也已经把图纸画好。2兄弟照着图纸，便开始编起床垫来。有村民在院墙外面路过，看到他们在院子里忙活，好奇的进来看了好一阵。没出一会功夫，一个大大的棕榈床垫便编好了。公寓，你看是这样吗？不错，
就是这样。那好，这个今晚就你先用吧，等明天一早我和文南再去播，到时候咱们就都有床垫睡了。明天你再去的时候，把棕果也打下来。打棕果干嘛？那又不能吃。棕果是药，到时候也可以卖的。棕果是药，我们以前可从来没有听说过呀。棕果的药用价值其实挺高的，能止血、止泻、活血，以及治疗一些男性前列腺问题。前列腺是啥？这里多搓洗几下，要不然不干净。瞧你这女人，连个衣服都洗不好，你还能做什么？宋哥，我洗，你看，这不是干净了吗？那灰色的衣服一看就不是夏文桃了。那么夏文桃是在帮宋江河洗吗？这还差不多。我听说你三哥和四哥正在做床垫，是吗？那你去给我拿一张床垫来，我睡的床挺硬的。对了，我娘也要，你去拿2张来吧。拿？还拿2张？你这是哪来的脸呀？那个。夏文桃知道家里的床垫刚好够用，根本就拿不出来，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话。怎么，你还不想给吗？我三哥和四哥做的床垫好像没有多余的了。没有多余的，难道不会再做啊？要知道，以后你嫁到我家，那床垫你也能睡啊。那我们成亲的时候，我把三哥和四哥给我做的床垫带过去就行了。啥？把你的床垫带过去？一个床垫能值多少钱啊？我告诉你，要是想嫁给我，就必须得带3两银子的嫁妆。啊，3两银子？是河里有鱼，要不要我给你打2条拿回去啊？你是谁？一管我是谁，刚刚听到你说的话，我忍不住想问你，你让他带3两银子的嫁妆，那请问你要给他多少彩礼呢？彩礼？什么彩礼？我堂堂秀才，愿意娶她已经很给她脸了，还要彩礼？谁给的脸让你这么理直气壮的说话的？当秀才很了不起吗？你给我闭嘴！夏文桃，这婚我不结了。宫玉，你别说了，你没看他都已经很生气了吗？夏文桃，他都那么对你了，你还偏袒他？我的事不用你管。夏文桃，你认识他？他叫宫玉，是我2哥和3哥在城里买回来的。亲，原来是夏家买来的媳妇啊！麻烦你让一下，我要在这里洗衣服，好狗不挡道，麻烦让一下。你个八婆，说谁是狗呢？宋江河说完，便伸手来抓宫玉，谁料宫玉一个闪身便躲了过去。宋江河由于用力过猛，一头栽进了河里。救命啊！我不会游泳。你过来，我拉你上来。可是2只手的距离有点远，怎么都够不着。怎么办呀？我也不会游泳。这河水冷宫就到你的腰部，你是怎么做才能做到用狗刨的姿势游泳，还顺便喝几口河水的？宋江河一愣，站了起来，发现河水的确不太深。你快上来，我扶你回去吧。你离我远一点，我现在不想娶你了，你就等着被退婚吧。什么？宫玉是吧？你给我等着。宫玉，谁叫你管闲事的？你看宋江河现在都不理我了。话说，你觉得宋江河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吗？哼，要你管。说完，夏文桃便端着衣服离开了。宫玉在河边洗了几件衣服，没一会也回家了。刚一进家门，就看到宋江河和一个中年妇女站在院子里。娘，就是他，是他把我推到河里去的。原来是你把我儿推到河里去的呀！你这女人怎地那么恶毒？知不知道我儿压根就不会游泳啊？我想你应该搞错了吧？我并没有把宋江河推到河里去，是他自己掉进去的。什么？你有没有搞错？你没推我儿，我儿怎么可能会自己掉进去？看见没？我儿现在着凉了，你得付药费。赔多少？最少300文。要是我不赔呢？要是你敢不赔，我们家便退婚。刘婶，你可别退婚呀！不想退婚，那你就让他赔钱。就在此时，夏文轩和夏文南背着满满一背篓的东西回来了。夏文轩赶紧把宋刘氏让进屋说话。既然你们家是这么的不讲道理，那咱这亲家就别做了，直接让夏文桃和我家宋江河退婚。退婚是大事，别说夏文桃无法接受，就是夏文轩也不愿意。宋大娘，咱们有事好商量，先别着急说退婚的事。既然夏文桃想要嫁给我家宋江河，那也不是不可以。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你请说。那就是夏文桃必须在7天之内筹到3两银子的嫁妆。什么？3两银子？哪有人家这样娶媳妇的？按理宋家不是应该给我们家彩礼吗？要3两银子都算是便宜你家的了。你看咱这上杨村有几个秀才呀？除了村长，恐怕就没有别人了吧？不过村长老了，想必也做不了几年的村长了。无耻，还敢要3两银子的嫁妆？你怎的不要10两8两的呢？真是不要脸！什么不要脸？明明是你家高攀了，好不好？你给我滚！什么人吗？还敢要嫁妆？好，我们走。3两银子的嫁妆，要是筹不了，你就别怪我们家退婚了。哼！
文桃，你别难过，咱们一起想办法。那宋江河就只是一个秀才而已，你还没嫁给他，他家就这样欺负你。要是以后嫁过去了，指不定他家会怎样对待你。要我说，还是退婚吧。我不退婚，我死也不退婚。你娘刚走没多久，夏文桃就想要嫁过去，这个没忌讳吗？文桃今年过年前嫁到宋家去，原本就是我娘的意思，所以没什么忌讳。原来是这样，你哥该换药了，饭我已经蒸上了，你看着点。说完，宫玉便来到了夏文化的屋子，可他刚准备换药的时候，被发现伤口有感染的迹象。怎么了？我的腿是不是治不好了？不，无论如何，我都会把你的腿给治好的。没事，治不好也没事，大不了我之后拄着拐杖走路就是了。没事的，放心吧。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呢？我们把这张床整理一下，以后你就还在这里睡吧，我身体也没什么事情了。只见一个崭新的小木床放在原来的位置，而且还添了新被褥。你们不会是把卖棕果的钱都拿去买被褥了吧？那棕果能当成药材来卖，原本也是你说的，所以我们也只是出了点力而已。不着急还债吗？再怎么着急还债，也不能让你没有睡觉的地方。说来都是我们家对不起你。没事，我就是怕。你不用担心，还债的事我会想办法的。你想什么办法？这个先保密。难不成你要去打猎？好吧，算你猜对了。你不知道打猎很危险吗？我会很小心的。难道你二哥去打猎的时候没有想过要很小心吗？我二哥那是被别人连累，要是他一个人的话，应该会没事。行了，你还是先缓着吧，不到万不得已，最好别想着走打猎这条路。好。就是此时，夏文桃走了进来，看见崭新的床和新的粉色被褥，当即便明白了。你们给他买了新的被褥，那我的呢？文桃，那个这次没你的，下次。我都要出嫁了，你们不给我买，居然给他买。文桃，你还想着要嫁给宋江河啊？我不嫁给宋江河，难道要做一辈子的老姑娘吗？要不是只有宋江河了，你看咱村里的杨大川，他之前对你不是很有意思吗？你别给我提杨大川，他家过得比咱家还穷，我要是嫁给他，以后还不得饿死吗？夏文南拿他没辙，只好不说了。夏文桃盯着床上的被褥，眼中满满的都是嫉妒。三哥、四哥，反正我不管，我结婚的时候你们也得给我陪嫁这么2床新的。哼！要不你们把这2床被褥拿去给夏文桃吧。你不用管，我们会想办法的。夏文轩在家吗？大勇哥，这么一大早的，你是有什么事吗？这还早啊，家里有孩子闹腾，我早都起来了。这是一早做的豆腐，我媳妇催促我，无论如何都要给你送1块来，让我对公寓表示感谢，幸好有你，我媳妇才得以把孩子顺利生下来，要不然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倒是不用，你留着给你媳妇补补身体吧。那不行，我媳妇说了，无论如何都要给你的，你可不能不收啊。你还挺听你媳妇的话。对了，你媳妇现在怎样？孩子呢？都挺好的。对了，你们家不是欠了我400文钱吗？以后就不要了，我媳妇说就当枕巾了。这怎么好意思啊？等我们有钱了，我们会还给你的。真的不用了，行了，不跟你们说了，我要回去照看他们娘俩了。赵勇家条件怎么样啊？还可以吧，虽然不至于大富大贵，但吃饱穿暖还没问题。赵勇家是做豆腐的吗？他跟他二婶经常合伙做豆腐去卖，他们家做的豆腐好，每次都能卖得干干净净的。公寓看着桌子上面的豆腐，心中若有所思。夏文轩没办法给他凑3两银子的嫁妆，只好卖点劳力，在夏文南的配合下割一些棕衣回来，在院子里做2张床垫。夏文桃在冷眼瞧着夏文轩做的床垫，满脸的不情愿。他要的是3两银子的嫁妆，而不是这种不值钱的玩意。这药味怎么不一样了？你管它一不一样，喝就是了。夏文化哪里知道，这药里加了公寓的血液，他的体质本就与常人不同，现在换了一具身体觉醒了异能，他的血液与先前相比，更是有着某些特殊的功效。怎么有股血腥味呢？我加了一味药进去，味道不一样，那不是很正常吗？哦。随后夏文化便一饮而尽。夏文桃要嫁给宋江河了，你怎么看？以前她就吵着闹着要嫁给宋江河，所以我娘才想办法给她提亲的。现在说她要嫁给宋江河了，那不是一点意外的都没有吗？夏文化刚说完，外面就有人喊公寓的名字。公寓随后出去一看是李大娘。公寓，听说是你给赵勇媳妇接生的，对吧？是啊，怎么了？那你会接骨吗？接骨？从接生到接骨，这是能联系到一起的吗？前段时间我不是说我家二妮去她外婆家摔伤了吗？我还以为没啥事，养个几天就好了。可是都这么些天过去了，我家二妮还没法下床啊。那好，你带我去你家看看吧。好好。随后公寓便跟着李大娘来到她家。公寓给二妮看了一下，只是大腿有一点骨裂。你的大腿有一点骨裂，但问题并不大。一会儿我给你做副夹板，先固定一下，1个月差不多就可以下床了。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二妮的腿没断，以后不用做瘸子了。二妮伤了几天，好些地方都已经血脉不通了，我现在用银针帮她通通血脉。宫玉拿出银针，刚要下针的时候，夏文南从外面闯了进来。二妮露出一条白花花的大腿，被夏文南看得一清二楚。二妮抓起手边的被褥，急速地往自己的大腿上盖。夏文南陡然察觉了什么，心中一惊，迅速地转过身跑了出去。大姐至于吗？不就看一眼腿吗？都怪我啊，这房门我刚刚忘了关了。这至于吗？不就看了一眼大腿吗？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不知道吗？二妮一个姑娘家还没出阁就让人看到这般模样，以后可怎么嫁出去啊？李大娘，你别担心，刚刚有我挡在床前呢，相许她什么也没看见呢。娘，我以后可咋办呀？唉，二妮，你别担心，娘会处理的。李大娘安慰了她2句，便和宫玉走了出来。文南，你怎的？她想责骂，却又不知道用什么词比较合适。李大娘，我什么都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换言之就是她不用对二妮负责了。李大娘想通了这层意思，脸色立即变了一个样。文南，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不成我家二妮还配不上你吗？我不是那个意思。二妮的腿还伤着，暂时也动不了，这是等过一段时间再说吧。夏文南，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芋头，二哥刚刚喊胸口疼，还吐血了，所以刚才我才急忙跑了进去。吐血了？是啊，你快去看看吧，我怕晚了会出什么事。随后宫玉和夏文南便跑回家，宫玉先是给夏文化诊脉，然后便马上拿出银针给他医治。半个时辰后，夏文化终于悠悠醒转。你感觉怎么样？刚刚气血翻涌，我还以为撑不下来了。还需要几天时间？什么还需要几天？有些事一旦开始就没法停下来了。他指的是他的血，将他的血加入药液中，他猜到会有一些异常情况发生，却没想到会这么严重。难道是你给我家的药？有我在，你会没事的。再喝几次，你身体适应就好了。你倒是挺自信。治疗完夏文化，宫玉便走了出来。一转眼就看到夏文南站在大门前呆站着，目眺远方，心思重重的样。你想什么呢？是不是我今天不去李大娘家，就不会发生那种事了？你看到了二妮的？我没有看到。好吧，你没看到，就是在那种情况下，李大娘和二妮都觉得你看到了。那你说李大娘她会不会因为这事就想把二妮嫁给你呢？我不知道。夏文南让宫玉这么一说，脸上瞬间红了起来。对了，我问你，你们这里去城里一般怎么去？你问这个干什么？我前些天发的豆芽不是好了吗？我想拿去城里去卖。哦，我和三哥去城里都是走着去，要走2个时辰的样子，一大早就得走，挺远的。要不我和三哥去卖吧？不用了，我自己不去城里看一看，便不知道这里的行情。那好吧，明天我和三哥陪你一起去。第二日临走前，宫玉把碗端到夏文化的屋里，让夏文化喝药。夏文化二话不说就把药喝了，便说问道：“你今天要和文轩、文南一起去城里吗？”我和夏文轩把饭做了放在锅里了，你到时候让夏文桃给你拿来。嘿嘿。什么？你觉得夏文桃不会拿吗？他和大姐一样，只会顾自己。大概他们觉得自己早晚都是要嫁出去，所以就……你还有一个大姐？大姐比我大3岁，但自从10年前嫁出去以后，就很少回来了。即便是我娘死后，文轩说大姐也只是在出殡的前一天来祭奠一下。就是二哥，那是不是还有一个大哥呢？那他去哪里了？大姐出嫁的那年，他就被官府征去当兵了。当兵？边疆不安宁，所以那年我们这里每家每户都得出一个男丁去打仗。但我大哥自从去当兵后，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了。没有任何消息，就应该是好消息，那说明你大哥还活着。希望如此吧。好了，我要走了。告别了夏文化，宫玉这才和夏文轩、夏文南2人一起启程。今天为了能快些到城里，他们雇了一辆牛车，没出1个时辰便到了青州城。我们是直接去菜场上卖豆芽吗？有专门的菜场吗？有，但从这里过去还有好远的一段距离。那我们先去回春堂吧，先把棕果卖掉。一会儿的功夫，几人就到了回春堂。已经来过几次了。夏文轩在前走了进去，就去找负责收购药材的掌柜。那掌柜认得他，看了看他带来的棕果，就直接让药童称出重量，然后算钱。正在这时，几个人抬着一副担架，匆匆忙忙地奔进回春堂。赵大夫，救命！快来救命啊！我爹快不行了。这不是福满楼的老东家吗？这是怎么了？赵大夫，你快给看看吧，我爹他瞧着都快不行了。啊！赵大夫把了脉，思索一瞬，他便拿出银针准备给罗老太爷扎针。刚要下针，罗老太爷便剧烈的抖了起来。抖了一会，罗老太爷脑袋一歪，直接就断了气息。爹，你快醒醒！你别吓我，别吓我啊！迟了，太迟了。
怎么会迟呢？我发现不对劲，就赶紧把我爹送来了，都不敢让人来回春堂请你，就是怕一来一去的耽误时间。你姐顺便吧。病人是被痰憋住了呼吸，还有救？有救？怎么救？这人都死了。龚玉瞥了他一眼，便走到罗老太爷的身边。这姑娘是要干嘛呀？人都死了，她居然说还能救？你让不让我救？当然，当然。得到了他的允许，龚玉便把一根特制的中空的针扎进罗老太爷的气管内。罗老太爷憋气得太厉害了，只见那根针扎进罗老太爷的气管内，罗老太爷的气息就从那根针里呼了出来。与此同时，先前瞧着已经断了气的罗老太爷，这会像是长长的松了一口气一样。我爹有救了，我爹有救了。你爹气息是从针管里呼出来了，但还得让你爹把他胸腔里的痰吐出来。那接下来要怎么办？龚玉刚想给罗老太爷下针，眼角瞥见赵大夫。始终是在人家的地盘上抢了人家的风头，往后的路恐怕不太好走。赵大夫，你可以来施针了。赵大夫先前本来脸色挺难看的，听龚玉喊他看了看龚玉，便知道龚玉是想给他一个台阶了。是以，赵大夫想了一下，便欣然接受。半个时辰后，罗老太爷便苏醒过来。爹，你终于醒。先把你爹抬到我们后堂吧，我还要观察他2个时辰。众人把罗老太爷抬进了后堂。夏文轩和夏文南看罗老太爷被人抬走了，都一齐快步走到龚玉身边。龚玉，你在家里胡闹就是了，怎么在外面也敢乱来呢？夏文轩，或者你觉得我在家里都是在胡闹？还有，你看我刚刚是在乱来吗？反正你别乱出手就是了，我怕。三哥的意思是怕你救不了人，反而惹来一身麻烦。好吧，听你的，那咱们走吧。姑娘请留步。你有什么事吗？是这样的，姑娘刚刚帮了忙，我家老爷想感谢姑娘，所以就叫小的出来，想把姑娘留下了。不用了，我们还有事，就先走了。说完，夏文轩便拉着龚玉要走。这时，一个药童又把他们拦了下来。姑娘请留步，我师父想请你进去一叙。你师父是？我师父就是赵大夫呀。你们2个在这儿等我一会吧，我进去看看怎么个事情。刚刚真是太感谢姑娘了。公子不必客气，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哪里，要是没有姑娘，我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了。敢问姑娘叫什么名字啊？我叫龚玉。我刚见3位都带着背篓，敢问3位到城里来是有什么事吗？是有点事，我们是来卖农产品的。原来如此，那你们不用到处去卖了，直接送到福满楼去吧，我们全收了。那真是太好了，谢谢罗老板。姑娘可否随我去后院看一个病人？后院有一个病人，实在是棘手，如果愿意请姑娘一步一看。他都觉得棘手的事，估计病情肯定轻不了。可是刚刚我答应夏文南了，不随便再看病了，再看一次应该没事吧？好，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好，走吧，带我去看看。随后，赵大夫径直把龚玉领到厢房里一个满身包裹着许多绷带的病人面前。他怎么了？他3天前给人建房子的时候，从房梁上掉下来，正好掉到一根尖锐的木头上。那木头从他的胸前划过手臂，划了一条又长又深的口子。但伤口很严重吗？我给他把伤口包扎起来后，那伤口3天了都不见愈合，还反而溃烂。可否让我看看他的伤口？好。随后，龚玉便把绷带拆开，只见病人的伤口裂开了2厘米的样子，周围有些发黑了，瞧着就吓人。赵大夫，病人这伤口裂得太宽了，必须得缝合才好得了，而且伤口里面的烂肉得刮了才能消毒。敢问姑娘，何为消毒？不好意思啊，我是说要把伤口洗干净了。不过我所谓的洗干净，并非是用清水洗，而是要用酒来洗。哦，那缝合又是指？就是用针线来缝合伤口。这人身上的伤口还能像布一样用针线来缝？是的。那姑娘可否给这病人缝合？好，那我先对他的伤口进行消毒处理。对了，赵大夫，有没有麻醉剂？麻醉剂是何物？不好意思，我是说麻沸散。麻沸散有的。在清理伤口之前，龚玉还让赵大夫准备酒、刀、镊子等工具，以及针和线。看到赵大夫让药童找来的针和线，龚玉有些哭笑不得。那不是姑娘家绣花用的吗？这针是可以了，可是这线不行，一缝肯定会断的。那怎么办？龚玉凝神思考着，目光游走中，忽然看到罗建明身上的锦衣。罗老板，你这衣服是丝绸做的吧？是啊，怎么了？可否抽一根来用？罗建明的衣服是高档丝绸织成，效果肯定会比一般的针线结实。好，没问题。东西都已准备齐全，龚玉开始进行缝处理，没出半个时辰便缝合完了。好了，周大夫，这样线7天后还要拆开，我一会儿再教你怎么拆。好，
姑娘可真是高人啊！公寓随后便交代了如何拆线，然后便随着罗建明来到福满楼，为了表达他的感激之情，他便请公寓几人吃饭。在赵大夫那里看到了公寓的本事，罗建明佩服得五体投地，不自觉的就想与公寓结交。少当家的，后厨问，刚刚这位小姐送来的食材要如何做才好吃？玉姑娘，请赐教一二，这东西要如何烹饪？走，你带我去厨房，我告诉厨子怎么做。随后小二便把公寓带到厨房，然后告诉厨子如何做才可口。没一会的功夫，炒豆芽便做好。罗建明吩咐小二把这豆芽一一端出去，请那些客人品尝。正所谓物以稀为贵，第一次吃到这种菜肴，好些客人都大肆夸赞起来。这是什么菜呀？好吃！难道是福满楼新上的菜品吗？味道还不错哦。芋头，这便是你做的那个什么豆芽吗？快尝尝怎么样？真好吃，真好吃。公寓转头想让夏文轩也是吃下，夏文轩却一脸苦相的说道：“公寓，你真的是太大胆了！在回春堂，那个病人伤得那么重，你居然也敢下手？那病人的伤口看起来吓人，其实处理起来没有多难。你就当真没有多想想吗？讲什么？你可知道，在我们这里从来都没有女大夫吗？以前听你们说了。那你说，既然没有女大夫，那赵大夫为何还让你去给病人医治呢？为什么？还有，那病人伤得那么重，为何还孤身一人，没有家人在身边照顾他呢？是啊，那病人确实没有家属。这个世道，有钱人都不把穷人的命当一回事。那你赶紧跟我说说你的看法。我猜那赵大夫不服你一个女孩子家居然会医术，所以就拿那个病人给你练手。他其实是在考验你，你要是没办法处理那个病人的伤口，那你就是出来招摇撞骗的，到时候恐怕你就会被赵大夫拉到众人面前去教训了。按你说的话，他这是给我下套了。我感觉是这样的。不过我细想想，觉得赵大夫也不太像你说的那种人。就你这样的，要是不把你看好了，真怕你被人卖了。话说，我不是已经被卖到你家了吗？公寓姑娘，我们酒楼的顾客对你这豆芽都是称赞有加。那就好。那罗老板是否准备给你的那些老顾客上这道菜呢？那咱们来谈谈价格吧。这发豆芽所用的原材料虽然不贵，但是耗时比较长，所以我想卖6文钱一斤。今天的我们全收了，以后你要是做好了，尽管往我们这里送，有多少要多少。随后罗建明便叫人把这豆芽的钱拿了过来，一共470文钱，而且旁边还放着5两银子。公姑娘，这5两银子是给你的诊金，请一定笑纳。诊金？不用了，举手之劳而已。不行，你一定要收下，这也是我爹吩咐的。公寓没有办法，也只能收下。随后3人便来到了菜场，打算买些猪肉回去开荤。请问大叔，这肉怎么卖呀？30文一斤。啊，30文一斤。就在这时，一个胖乎乎的女人冷不防挤到公寓的旁边去，嫌公寓碍事，她还推了公寓一下。你怎么撞人呢？撞你怎么了？买不起就靠边。冷不防嗅到那女人的口气，公寓差点吐出来，太熏人了，这口臭简直跟大粪气味一样。你捂什么捂？难道老娘很臭吗？你肠胃有问题，说话有口气，你难道不知道吗？你才肠胃有问题，你知道我是谁吗？王娘子，你的肉割好了。老娘今天还有事，就先不收拾你这个小贱蹄子了。下次要是让老娘遇到，老娘定要你好看。哼！你骂谁呢？就骂他了，怎么了？我告诉你，我夫君可是府衙的捕头，你要是敢动我，他定抓你去坐大牢。你是叫王娘子是吧？你想多了呢。我们怎么会敢动你呢？你夫君是府衙的捕头，我们讨好你还来不及呢。公寓，你以为公寓是一个贱骨头，夏文难气的咬唇。这还差不多，今天老娘就放了你。说完，王娘子便离开了。芋头，咱们不招惹他，但也不用奉承他吧。呵呵，你就瞧好吧。只见公寓手指微微一动，将一颗玻璃弹珠弹了出去，正好打到王娘子的腰上。王娘子四仰八叉的扑在地上，夏文南和夏文轩便大笑起来。王娘子撑起头就朝后去看，他们3人马上转过身当没看到一样。请问这个骨头怎么卖？你是问这个骨头吗？是啊。姑娘，这骨头一般是不卖的，因为这骨头一般都没有人卖，所以我都是拿去喂狗。这么好的东西拿去喂狗，那不是暴殄天物吗？夏文花的腿受伤需要补钙，这骨头是好东西啊。公寓，你想吃肉的话，咱就买2斤吧。没事，大叔，那要是我给你买这些骨头的话，你怎么卖呢？这样好了，我也不用称称，这些骨头你给我20文钱，就全部都拿走吧。好，那帮我包起来吧，我都要了。说完，卖肉的大叔便匆匆地帮他们打包，出了菜场，便向城门走去。回到家里，太阳都落山了。公寓第一时间跑到夏文化的房间里去，看夏文化躺的姿势不太对劲，他赶紧抓住夏文化的手腕把脉。一番检查后，公寓松了一口气。你们
终于回来了吗？你今天是不是又晕倒了？今天早上喝了药后，没多久就觉得难受，然后我好像就没有知觉了。还好你能撑得住，这次比上次好多了。是好多了，没有那么痛苦。叫文化，你继续忍着，还有几天。哎，就在此时，外面人有叫公寓的名字，公寓便走了出去，一看是本村的吴大娘赵二婶和赵二婶的闺女荷花。公寓丫头，刚才我听拉车的老王说可以用黄豆换你做的那个什么豆芽是吗？是的，吴大娘。我刚称了2斤黄豆来，想跟你换几斤豆芽回去试试看好吃不？好啊。对了，这是我家邻居赵二婶和赵二婶的闺女荷花也想换一些。没问题，那你们跟我来吧。随后众人便来到厨房，公寓让夏文轩拿来秤打算量一下这些黄豆。大娘看夏文轩要称她的黄豆，有些拒绝道：“我这黄豆都是称好的，就不用再称了吧，挺麻烦的。”不麻烦，称一下也不耽误事。结果夏文轩一称，除去篮子的重量后，才1斤9两。真是什么人都有，这2个便宜也想占。这是怎么回事啊？居然只有1斤9两，我在家里称的时候确实是2斤的，难道是这称不对吗？公寓让夏文轩称赵二婶的黄豆，结果赵二婶说是2斤，称了却是有2斤1两。赵二婶，你不是说你称的也是2斤吗？你看现在一称有2斤1两，看来这称是真的不太对劲啊。不是的，吴大娘，其实我称的也是2斤1两，但我怕自家的称会不太准，所以就多称了1两。这样的话，不管怎么称，应该都会有2斤的。是吗？看来是我家的称不太准，那下次我借你家的去称一称。公寓啊，我这黄豆虽然只有1斤9两，但赵二婶的不是有2斤1两吗？我们俩人的合起来也是4斤，可否都给我们4斤豆芽吗？吴大娘，这个是个的，你怎么能把你的和赵二婶的搅和在一起呢？我这不是怕你们吃亏吗？我没事的，那多出来的1两就给他吧。这东西就是豆芽吗？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吴大娘，你得炒熟了才能吃。说的也是哦，那我回去就炒来试试。换好了豆芽，公寓和夏文轩便把他们送出门去。但从柴房门口到院门的这一段路，他竟然见那个叫荷花的姑娘频频回首去看夏文化的房间。夏文轩，那个荷花是不是喜欢你2哥啊？我不知道。那你2哥知道吗？你去问他不就得了？嘿嘿，那个赵二婶人品还不错。赵二婶是李正爷爷的堂侄儿媳妇，平时待人都挺和善的。三哥，夏文桃也真是心大，2哥在床上躺着1天了，他也敢跑外面去玩。夏文桃叫你是有什么事吗？你出去看看，我把这骨头弄出来。好，那我出去看看。你怎么了？哭得这么大声？我哭得大声关你什么事？你可以塞着耳朵不听啊。三哥，他发生什么事了？文桃说他在河边洗衣服遇到宋江河的娘，宋江河的娘把他喊到家里去，说了他和宋江河的婚事。那宋刘氏直接找他说，宋江河的娘说今天过后就满3天了，要是拿不出3两银子的嫁妆，那他们家明天就来退婚。退婚？哼，这不是欺负人吗？你看咱这村里谁家嫁女儿会被亲家提这样无理的要求？也就是那宋刘氏，真个不要脸。文桃，你也别哭了，这门亲事退了也罢。我不，你说的简单，你说不嫁就不嫁，那要是退了婚，我以后怎么办啊？能怎么办？就算是退了婚，你以后也不可能嫁不出去。我不退婚，我就是不退婚，这辈子除了宋江河，我谁也不嫁。文桃，你就不能不嫁宋江河吗？我不退婚。要是家里实在是拿不出3两银子的嫁妆，你准备怎么办呢？要是拿不出嫁妆，让宋家退了婚，那我就不活了。文桃，你可别冲动。我不管，反正你们给我想想办法。夏文桃，你有没有觉得宋家是不想娶你，才故意刁难你，让你带3两银子的嫁妆呢？我不管。可是文桃，家里也没法给你3两银子的嫁妆啊。不，我有。说完，公寓便拿出了5两银子。夏文桃看见银子，起身伸手便想去拿，可是公寓瞬间又收了起来。你什么意思？有银子不给我，难道你要偷偷的藏起来吗？这银子是我的，我有权想怎么藏就怎么藏，你没资格干涉。你是我们家买来的，你的都是我们家的。你想要这5两银子也可以。那我问你，以后你要是在宋家过得不好，会不会把责任推到我的身上？你是在诅咒我吗？我不过是打一个比方而已，你就说会不会吧。不会，不知道你是在担心什么。那行，记住你说的话，无论你过得怎样，你都不能怨到我的头上。说完便又拿出银子，夏文桃一把便夺了过来。公寓，我有钱了，我现在就去找我的宋哥哥。
文桃，天都黑了，你这是要去哪儿？8成是去宋家跟宋刘氏商量婚事去了。那怎么成？怎么不成？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文桃都去过宋家几次了，所以我严重怀疑宋家要她带3两银子的嫁妆的事，有可能她也参与了。不可能吧？怎么不可能？你梅建良去世以后，文桃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二哥受伤那会，她还是挺关心家人的，而现在呢，基本上就只会顾她自己了。龚玉，你也真是的，那是你的钱，你怎么就随便给他了呢？你这是怪我给他钱吗？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那钱是你自己赚的，你收起来就好，没必要来帮我们收拾这个烂摊子。这样啊，那无所谓，不就是5两银子吗？他想要拿去吧。第二天一早，夏文桃偷偷摸摸的回来，就进屋去拿她绣的那些手帕，还以为不被人发现，结果她一出门就跟龚玉碰了一个正着。你干嘛呀？走路一点声响都没有，吓死我了！走路一点声响都没有的人，应该是你吧？夏文桃，你拿的什么东西？不要你管。你不说我也知道，你包袱里装的应该是你这些天绣的东西吧？是又怎样？你这是要拿去卖吗？哼！哎，夏文桃，你也老大不小的啦，自己做的事多思量着点，别到时候后悔。我才不会后悔。夏文桃先是去城里买了几床被褥以及床单被套之类的，然后又做了几身新衣服。夏文桃忙活了5、6天，到第7天的时候，她就和宋江和秦理正给他们主婚了。当天晚上，男方那边办了庆祝酒席，这婚礼就算是完成了。这下终于清静了，这下终于完了他的梦了。对了，夏文桃那屋子已经空下来了，收拾收拾，你去他那屋住吧。也好。说完，2人便来到夏文桃的屋子。刚一进屋，2人瞬间眼呆住。房间里，夏文桃的所有东西都洗劫一空，甚至于夏文轩和夏文南先前给她做的床垫都从床底翻出来带走了。夏文桃这是带走了3床宗垫吗？收得这么干净，夏文桃以后可别再回来了。来吧，那也先收拾一下，然后把你的东西搬过来吧。忙完了这些，龚玉来到厨房，想看看发的豆芽好了没。只见厨房放粮食的角落里，好些粮食都不见了，豆芽也被搬走了2个。夏文桃，你就不想一想，把粮食搬走了，家里的几个哥哥吃什么？你咋了？夏文桃把粮食都拿走了。什么？夏文桃真是变了，也不知道宋家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他竟然自私到连自家人的死活都不管不顾了。我去找夏文桃。三哥，咱去宋江和家找夏文桃，太惹人恨了。夏文桃把咱家的粮食都搬空了。夏文轩没有说什么，只是嗯了一声，然后就没有说什么。夏文轩，你怎么了？我已经知道了。三哥，那咱们去找夏文桃，让他把粮食还回来。别去了，去了要不回粮食不说，还会让村里人看笑话。哼，看笑话就看笑话，也总比咱们饿死强。咱们真的要不回粮食了，宋家不会还给我们的。我不管他还不还，不去问他要，我咽不下这口气。说完便怒气冲冲地出了门。夏文轩见拦不住他，也只能跟在后面。此时新婚酒席还没散场。夏文桃，你给我滚出来！宋刘氏，让夏文桃滚出来！夏文南，你干什么呀？你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你妹妹夏文桃已经嫁给了我家宋江河，你还来我家要人，你不会是脑袋有问题吧？哼！难不成夏文桃嫁给宋江河的事，夏文南他们还不知道吗？不至于吧？刚刚夏文桃和宋江河拜堂，夏家没有一个人来参与，这回突然冒出来，瞧着像是要找事的样子，这是干嘛呀？你别跟我在这里说那些有的没的，赶紧给我把夏文桃喊出来！你一口一个夏文桃，你家夏文桃今天成亲，你们不来祝福她，这么气势汹汹的是想找事吗？嘴巴这么臭，离我远一点！说完，夏文南便忍不住推他一把，谁料宋刘是一个踉跄，竟然一屁股坐到地上去。夏文南打人了！夏文南打人了！夏文南，你找死是不是？竟敢打我娘！今天我废了你！说完便跑了过来，龚玉一个闪身便来到了宋大全的身前。你是谁？给老子滚开！你是谁的老子？你个贱人，居然敢来管闲事，简直是活得不耐烦了！宋大全抡起拳手便要打龚玉，龚玉暗中射出一枚银针，正中宋大全的穴位。只见他瞬间跪在地上，浑身不断抖动。你这女人是施了什么法术吗？大全怎么会痛得哇哇叫？是老天在惩罚他。我家宋江河现在可是秀才，要娶什么样的姑娘娶不了，犯得着跟你们家闹成这样吗？要是你们家不同意，今天也可以把夏文桃领回去，省得在这里让大家看笑话。好啊，那请问夏文桃带来的3两银子以及那些嫁妆也要带回去吗？你胡说什么？什么嫁妆？你们家穷成那样，夏文桃哪会有什么嫁妆？宋刘氏是个什么人，相信大家也清楚。我这就把他做的事告诉大家，请大家分辨。你别胡说！龚玉又射出一枚银针，
正中宋刘氏哑穴。这下好了，他想说话也说不了了。夏文桃跟宋江河成亲，非但没有彩礼，还要夏文桃带3两银子的嫁妆啊！没有彩礼还带嫁妆？请问谁家嫁女儿是不收彩礼，还要带几两银子的嫁妆吗？这简直是恬不知耻！自家儿子娶媳妇，怎么能要求女方带嫁妆呢？是啊，在我们这里，哪家娶媳妇不得给女方彩礼钱啊？宋刘氏不住的张嘴说，奈何说出来的话都没有声音，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最可气的是，今天宋家跟着夏文桃去搬嫁妆，竟然把我们家的粮食都给搬走了。啊，怎么会这样啊？这也太过分了！正是因为觉得他们做的太过分了，所以我3哥和4哥才气得跑来质问的，还请大家多多谅解。要不是这样，今天2家结亲，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又怎么可能来闹呢？宋刘氏是怎么回事啊？居然说不出话来，让他来，你赶紧说说是不是这么回事？众人议论时，夏文桃在新房的窗口处气得脸都绿了。他去搬嫁妆的时候，原本也没想要家里的粮食，可宋江河嫌弃他的嫁妆太少，还念叨办酒席要浪费不少的粮食。他为了讨好宋江河，头脑一热，就让他们把成袋的粮食都搬走。夏文桃，你没听到吗？你聋了？夏文轩和夏文南来找你的麻烦，你不出去，居然让我娘去给你顶着，你是不是找死啊？宋哥哥，你别生气，我这就出去跟他们说。三哥，文桃，你先起来。三哥，你别管他哭什么哭？觉得委屈的应该是我们吧？他的要求我们都尽量满足他了，可他还……夏文桃，你别光顾着哭啊！你倒是说说，你怎么把家里的粮食都搬走了呢？那些粮食都是我的。你的？怎么就是你的了？怎么不是我的？我嫁人了，没说要跟你们一起分土地吧？那我拿点粮食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分土地？夏文桃，为了搬空家里的东西，你什么话都能够说出来。虽然我嫁人了，但是我们家的土地也有我的一份。你难道不知道为了给娘治病，咱家的地都卖的只剩下山坡上那几块地了吗？那地不出粮食，种1年的庄稼也不够咱家吃半年的。就这种情况，你还要分土地？那我不管，该是我的我就要。3哥、4哥，我在家里拿的粮食就当是我分土地所得的那一份，往后我也不在家里吃饭了，所以你们就别再闹了。文桃，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夏文桃，那请问你把我发的豆芽偷走了几十斤是怎么回事？我啥时候偷了？你还居然敢出来质问我，你算什么东西啊？贱货！贱货！你竟然敢打我！随后公寓又是一脚把夏文桃踢飞出去。你好大的胆子，敢来我家撒野，看我不拔了你的皮！说完，宋江河便怒火冲天的扑上来要打公寓。夏文南和夏文轩怕公寓吃亏，跑上前便和宋江河厮打起来。这下可好，院子里面打的是鸡飞狗跳。就在这时里，正忽然赶到，都给我住手！什么？把粮食搬走了？那往后吃什么？夏文桃，这是你做的吗？粮食都在桌上面，今天全都吃了，他们想要也拿不走了。夏文桃，既然你把你名下的粮食都搬来了，那么从今往后，你和夏家也没有任何关系了。夏文桃，你们这是想跟夏文桃断绝关系了吗？今天的事麻烦赵爷爷了，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夏文轩说完便就先走了。他一走，夏文南和公寓也是跟着一起走了。回到家，公寓便把所有发生的事情跟夏文化说了一遍。夏文化听完后连连叹气：这往后没有粮食，咱们吃什么呢？要不我明天去赵爷爷家借点粮食吧？你别去了，咱已经欠了赵爷爷那么多，就别麻烦他了。柴房里的那些豆芽都发好了，你们明天拿去城里卖了吧。哪那么好卖啊？你傻啊，直接去找福满家的掌柜，相信他会求之不得的。他还能要吗？上次买了那么多。相信我，150、60斤豆芽全都卖得出去。同一时间，宋刘是骂骂咧咧的，把气都撒在夏文桃的身上。夏文桃受不了，委屈的哭着奔回新房去。宋江河感觉丢人，也不去安慰夏文桃，大半夜的跑到河边去坐着。宋大全走到新房门口，想着家里发生的事都是夏文桃害的，他便直接推开新房的门。大哥，你怎么来了？见你人，都怪你，要不是你，我们家能被全村人嘲笑吗？大哥，我不知道，我也不想这样。贱货，都说了我3弟不想娶你，你还非嫁不可，你就这么想嫁人吗？大哥，不是的，大哥。说白了，你不就是想要男人吗？那老子就成全你。不要啊，大哥。进城第一件事，你们就先去福满楼把豆芽卖了，然后再去买别的东西，知道了吗？知道了，放心吧。公寓，要不你等我和文南回来，再帮你去挑水吧。不用了，区区2桶水没问题的。大家别说话，公寓来了。哪个公寓啊？
就是夏家买来的那个媳妇。嘘，小声点，可别让他听见了。他打架可凶了，宋大全都不是他的对手，小心招惹上他，他打得你满地找牙。各位婶子都在洗衣服啊？是啊，你是来挑水的吗？是啊，那你来挑吧，我让你。没等宫玉反应，其他人也都纷纷效仿，还生怕动作慢了得罪宫玉。宫玉看得懵逼，木然的站着，反而不知所动的气氛僵持了一会。这时一个青年走了过来，姑娘，我去帮你接水吧。说完，他便提起木桶去接满水，然后将木桶又提到宫玉的面前来。我已经帮你接满水了，你拿着走吧。那个，谢谢啊。不用。说完，宫玉便去拎着2桶水，哪知装满了水的木桶奇重无比，他根本就拎不动。姑娘，还是我来吧。走，我帮你送到家去。那真是太感谢了。行了，把水桶放在这里就可以了，谢谢你啊。你可真客气。对了，文轩哥和夏文南都不在家吗？不在，他们去城里了。对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赵小航，是李正的孙子。前段时间一直在城里念书，听说咱村里发生了很多事呢。我说的呢，原来是赵爷爷家的孙子，怪不得心肠这么好。我听说文化哥前一阵受伤了，是吗？是的，现在正在家养伤呢。那我可以去看看他吗？可以啊，走，我带你去。赵航跟夏文化聊了好一会，才从房里出来。临走前，宫玉又向他道谢，搞得他都不好意思了。赵航走后，夏文化看起来心情很好的样子。夏文化，你是吃了蜂蜜还是怎么的？这么高兴啊？有吗？是不是赵航给你说了什么？没什么。那个，你刚刚去挑水了吗？赵航没有告诉你吗？我挑不动水，是他帮我挑回来的。我刚刚忘记请小航帮个忙了。你要请赵航帮什么忙？我能帮你吗？后山不是有一个水潭吗？我想请小周把我扔进去，太长时间没有洗澡了。据我所知，你们这里好些人几个月不洗澡的都有呢。你这10来天算啥啊？不过我有一个法子，倒是可以让你去后山的水潭。什么法子啊？不过你得配合一下。怎么配合啊？说完，宫玉便暗中射出一枚银针，正中夏文化穴位。夏文化瞬间便晕了过去，随后宫玉便把他收入到空间之中。搞定，走吧，夏文化，带你去洗白带。应该就是这里了。宫玉不敢耽误，意念一动，便把夏文化取出来，让夏文化坐到那块石头上，随后便又吸出银针。夏文化，一会儿你就会醒过来，顺着这石头，你应该能下到水里面。那么我就先走了，一会儿再来接你。不多时，夏文化就醒了，发现自己置身在水边，他不禁惊地呆了好一会儿。张目四处望了望，不见宫玉的人影，但他紧接着就猜到是宫玉把他弄来的，只是他怎么都想不出宫玉用的是什么法子。算了，先把澡洗了再说吧。怎么样，洗完了吗？洗完了。对了，你是怎么把我弄到这里来的？想知道吗？想。好，那你先看那边有什么。夏文化转过头去，宫玉马上又射出银针，夏文化再次晕倒，宫玉又把他收入空间。看天色不早了，赶紧往回走。原本想夏文轩和夏文南还不能回来，可是一进门便看到夏文轩和夏文南都已经站在院子里面了。宫玉，你去哪里了？还有，二哥也不在屋里，他去哪里了？奇怪了，他的腿不能动，能去哪里呢？来了，他们怎么回来这么早啊？这要我怎么解释啊？你刚刚去哪里了？后山。就在这时，吴大娘又来换豆芽了。宫玉啊，上次换的豆芽已经吃完了，我今天又拿了几斤黄豆，想再换点。行，你先等一会儿。不行，我得抓紧把夏文化弄出来，他快要醒了。要是他发现在空间里面，那我更没法解释了。不等他答应，宫玉就一溜烟进屋去，意念一动，让夏文化从空间出来，躺到他的床上。还好，你没醒。说完，他便转身开门走了出去。这时，在门前的吴大娘看到夏文化躺在床上的模样，转瞬之后，惊讶地指了指夏文化，又转目去看隔壁的房间。那个夏文化的房间不是在隔壁吗？怎么住你屋里面了？没有，夏文化没住在这里，他只是临时过来。宫玉丫头，你和夏文化不会都已经同房了吧？没有，吴大娘，你别误会了。芋头，我二哥怎么会在你房里啊？那个夏文化睡的那张床上，床单都被套，不是都脏了吗？我今天得空，所以就给他换下来洗了。不对啊，我之前看我二哥好像并不在你屋里，他怎么突然就在你屋里了？完了，这个谎要怎么圆了？算了，就给他来个声东击西吧。你猜？吴大娘，你不是要换豆芽吗？
来，我给你去换。说完便带着吴大娘进了厨房，留下一脸懵逼的哥俩。夏文轩，你买那么多骨头花了多少钱啊？40文。啥？那么多骨头才40文钱，那不是跟白送的一样了吗？肉摊老板说是回头客，便宜给我们了。对了，今天卖的钱买了5副药，还有些米面，就只剩下80文钱了，连同之前剩的，咱家总的就只有150多文钱。行了，别叹气了，钱是慢慢挣出来的。对了，明天你有事吗？怎么了？前段时间文南已经把山上的地翻过了，明天我想和文南还有你去种洋芋。行，那我和你们一起去吧。你们2个先去吧，二哥说他想方便，我照顾完他便去追你们。好。夏文南照顾完夏文化，便急匆匆地去追赶他们，谁料刚一出门便被吴大娘拦了下来。文南啊，这么着急是干什么去啊？我和我三哥还有公寓去种洋芋去。人多应该要不了多久就能种好了。对了，大娘问你个事情啊。什么事？是这样的，那个豆芽不是挺好吃的吗？我是想问问公寓是怎么发豆芽的啊？我其实也不知道公寓是怎么发豆芽的，我就看他烧水，把水烧开了之后，把黄豆泡在木桶里面。然后呢？我今早起来的时候没注意到，好像他已经把昨晚泡的黄豆弄到柴房去了。这样啊，走吧，你快走吧。这片地是父亲和母亲刚成亲时开的荒，由于离山临近，且土收拾多，这才没有村里人来这跟着开荒。村里人不来这里开荒，是嫌太远了吗？不是的，是因为森林里面经常有野兽出没，村里人怕那些野兽，所以才不敢来的。既然你们都知道会有野兽出没，那你们还敢来？任何事都有两面性的好吧？那些野兽是让人害怕，但我父亲在世的时候，那些野兽却是让我父亲赚了不少钱。就在这时，树林那边忽然有动静传来，公寓眼疾手快地把洋芋扔过去，那东西应声而起，只是被草木遮挡着，看不出是何物。夏文南惊讶看了看公寓，朝那边跑过去。是一只兔子。原来是一只兔子，打死了没有？没有。活的兔子50文钱一斤，这只兔子大概有6斤左右呢。活的50文钱一斤，比猪肉还贵啊！是啊，兔子很少，自然就贵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那是你打的，你不吃吗？拿去卖了吧。再说了，我又不爱吃兔子肉。好，那咱们先种洋芋吧。于是3人配合着开始种起了洋芋，没出2个时辰，这活就干得差不多了。这收尾的活儿你们干吧，我进林子里面看看。那让文南跟你去吧，省得有危险。那行，往里走走，看有没有兔子。说完，2人便走进了林。有没有兔子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走不了多远就会有木瓜树了。是吗？那你快带我去。这是我爹种的，以前这里只有一棵野生的木瓜树，我爹来这里开荒，摘了这个果子吃，觉得味道还不错，所以他就把木瓜的种子留下来，挨着那棵木瓜树种了。原来是你爹种的呀！我就说嘛，野生的哪可能长这么多棵？来吧，咱们多摘一些拿回家。 2人刚走进木瓜树，忽然听见树上有刷刷刷的声音，察觉不好，随手便从空间拿出匕首射了出去，只见一条绿色的大蛇被死死地钉在了树上。这蛇好大，要是被它咬了就惨了。这条蛇没毒，被咬了也没多大的事，不过是挺吓人的。你怎么知道这条蛇没毒？经验而已。芋头，你不怕吗？有啥好怕的？一条蛇而已。夏文南目光呆滞地看着他，感觉越是与公寓接触，公寓就越是神秘。笑什么呢？赶紧摘木瓜啊！哦。没一会，他们2个就摘了满满一筐木瓜，然后走出了山林，来到外面一看，夏文轩竟然不见了。咦，三哥呢？难道是回家了吗？不能啊，说好一起回去的。这时，公寓发现地上面有一排脚印，一直延伸到树林里面。你看，这脚印肯定是夏文轩的，他可能进树林里面去了。三哥不在地里好好待着，提着锄头跑进山林里面去干什么？走，咱们顺着这脚印进去找他。就在此时，树林里面传来了一声惨叫。好，夏文轩有危险。三哥，你没事吧？没事，脚崴了一下。你不在外面，自己一个人跑林子里面干什么来了？我是看到了一头野猪，忍不住的就追过来了。野猪在哪里呢？不见了，我追到了这边，就不知道那头野猪窜哪去了。这里应该算是森林的边缘了，那野猪怎么会跑出来呢？会不会是有什么东西在抓野猪？那野猪怕了，就往这边跑了。不管了，咱先回去吧，反正那野猪也不见了。三哥，要不咱们把那头野猪打回去吧？别打了，我看这天也不早了，咱们还是先回去吧。
等等，张二狗，你跑什么？在龙井那边，杨大壮和杨二壮他娘的打猎，居然把一头野猪从山林里赶出来了。那头野猪见人就咬，都有几个人被野猪咬了。赶紧跑吧，还想什么呢？怎么办？我们要去看看吗？咱们先回家拿武器，不能空手跟野猪斗。说完，三人便回家拿武器。宫玉还没准备跟他们走，他们说什么也不让宫玉去。宫玉没办法，只好留在家中。我好像记得是杨大壮和杨二壮跟着你去打猎，才害你受伤的吧？怎么说呢？差不多吧。杨大壮和杨二壮打猎的时候，把一头野猪追到那村子里来了。刚刚文轩和文南跑出去是要去打野猪吗？是啊，我也想去的，但他们两个说什么也不让。文轩和文南都很少去打猎，他们俩人怎么斗得过野猪呢？是还有杨大壮和杨二壮吗？4个人打一头野猪，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要是4个人配合着倒还好，就是怕。说到这下，文化突然停了下来。宫玉从他隐晦的神色中猜到，他与杨大壮和杨二壮打猎的时候，8成杨大壮和杨二壮就是去躲着，置他的生死于不顾。我去，你在家好好待着。说完，宫玉拿着武器便奔向村西头。不一会便来到这里，只见一只300多斤的野猪被7、8人围堵了起来。宫玉不禁下意识地去观察杨家两兄弟，果然那两兄弟的确如夏文化说的那样，躲到一边去了。芋头，你来这里干什么？快回去了。宫玉，这里不需要你，你快回家去。赶紧的回去，还嫌这里不够乱吗？宫玉没有理会，只见野猪向这边冲来，宫玉马上射出一箭，可惜那野猪的速度太快，没射中。这时野猪已经撞飞了3个人，宫玉又是一箭正中那灭，野猪瞬间倒地，死了。这野猪死了，哈哈哈！宫玉，你没事吧？没事，放心吧。真是没想到啊，姑娘，你居然把这野猪给杀死了，真有本事啊！嘿嘿，我小时候家里也是打猎的，我看得多了，就跟着学了一些。杨大壮和杨二壮这时想去抬野猪，放手！你们俩干嘛呀？大爷，这野猪我们想。你们想啥？想个屁哦！啥都别想，我可告诉你们，这野猪不是你们打的。可是什么？姑娘，这野猪是你打的，那就是你的了。可这野猪是我们从森林里追赶出来的。你个混小子，还好意思说野猪是你们从森林里赶出来伤了3个人了。那受伤的3个人，你说你们准备怎么办吧？这样好了，既然大家都出力了，那咱们就平分吧。平分？对啊，平分，我们共同出力，那便共同分享吧。好，这猪是你打的，你说的算。随后众人便分了这猪肉。宫玉，这么多猪肉咱们也吃不完，明天你和文南去城里摆个摊卖一些吧。也好，那样也能换不少银子。第2日，宫玉和夏文南便坐着牛车来到城里，来到菜市场找了个位置，便把肉摊支了起来。这时来了2个衙役。摊位费，赶紧的。什么摊位费？做这点小买卖也要摊位费吗？少废话，不交钱就跟老子滚。那要多少钱？不多，30文钱一个摊位。多少？30文钱？我们还没开张呢，就要先给你30文钱。大胆，你们要是不交，官爷不要生气，我们家。不过麻烦你给我开一张收据。什么收据？咦，你不给我开收据，府衙那边怎么知道我付摊位费了？要是你们记不住啥的，一会儿别的官差来再给我收取一次，那我找谁说去？摊位费历来都是这么收的，从来就没有开收据一说。那我怎么敢肯定我所交的摊位费都已经入了府衙的账，而不是进入某些人的口袋呢？你胡说什么？你简直是找死！说完，衙役便向着宫玉一巴掌扇了过去，宫玉一把便抓住了衙役的手。放手！信不信我把你抓进大牢去？信啊，怎么不信？瞧你牛气哄哄的，有什么事儿是你做不出来的？不过一会烈日当空，温度升上来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会觉得头痛，全身乏力了？你怎么知道？你头疼严重的时候，眼睛疼、脸部疼，甚至整个头部都疼，疼得你恨不能去撞墙，几乎以为就要熬不过去了。你怎么会全部都知道？你有上颌鼻窦炎，赶紧先去治治吧。摊位费在这里，给我开收据吧。衙役惊讶地看着宫玉，愣了一会，便对后面的人说道：“给他开收据。”宫玉，你怎么知道他有那什么盐的？我当时抓住他手的时候，顺便你还把了个脉。这收据有什么用啊？别小看这样一张收据，这可有用了。咱大梁国的税收就是从这样一张张纸上来的。哎，算了，不管国家的税收了，咱们的猪肉要是卖不出去，家里的债都没法还。对了，咱们昨天打了蛇，你拿去药店，看他们收不收？啊，难道是药店的掌柜想要吃蛇肉吗？蛇胆是药，而且是药店不可多得的药材，
所以我才叫你拿去药店的。哇好，我这就去。夏文南走后，公寓便吆喝了起来。这时从远处走来了一帮人。哟呵，小娘子，你的肉怎么卖啊？公寓看着眼前的人一脸色相，知道他不是诚心买肉的。怪不好意思，这肉已经订出去了，不卖了。大胆，你可知道我家公子是谁吗？我家公子看上的东西没人敢要。住嘴！怎么跟小娘子说话呢？既然这猪肉卖完了，那你这人肉不知道是什么价钱呢？放屁！你说什么呢？芋头，我把蛇卖了。到店收的吗？给了600文钱，把蛇也拿走了。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你说什么呢？谁是牛粪？请问你是买肉还是怎么的？要是不买的话，就麻烦你走开。大胆！你知道我是谁吗？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我今天就让你知道桃花为什么这样红。公子，我记得他，前些天去府满楼卖豆芽的就是他。卖豆芽的就是你吗？是我又怎样？反正我们家的豆芽也不卖给你。我们的豆芽首先要卖给福满楼，如果福满楼不要的话，可以考虑卖给你。我们公子要是想买你们的豆芽，你们还不卖，是不是不想在这城里混了？我们现在没有豆芽，怎么的？你还想来狠的不成？好像这青州城是你家的一样。真是不知死活，竟敢这般跟我们公子说话。没你的事，下去。是。小娘子，那请问你要怎样才会把豆芽卖给本公子呢？豆芽你就先别想了，不过你可以把我的木瓜买回去。这东西怎么吃？这是木瓜，你可以拿去炖汤。这豆芽既然是这小娘子送的，相信这个木瓜什么的也差不了。有了这个，我想我的飘香楼肯定也会招来不少客人。那行，你怎么卖？本公子全要了。10文钱一斤。好，打包称重吧。公寓你真厉害，跟这个流氓一样的人，你竟然跟他还做成了一笔买卖。行啊，别捧我了，赶紧吆喝，把这猪肉都卖掉好回家吧。好东西就不愁卖。不一会的功夫，这野猪肉便售空了。回到家后，公寓仔细一算，全部加一起共卖了5两银子。那个木瓜还挺值钱，我现在去再摘回来点。刚从城里回来，你不嫌累呀？不累。好，那你小心点。夏文南兴致盎然地出去，可他才走到李大娘家的院墙边，迎面就被李门栓拦住。夏文南，你给我站住！干什么？还敢问我做了什么？你难道不清楚吗？夏文南下意识地想起那次去李大娘家，偶然看到公寓给二妮治腿的事。我问你，你昨天傍晚跟杨大爷他们打野猪的时候，为何跟你家那个小娘子搂搂抱抱的？什么搂搂抱抱的？我那是怕伤到公寓。你既然已经跟我家二妮有了婚约，那你就不该再对别的女人有任何想法。我啥时候跟你家二妮有婚约了？况且上次我什么也没看到。我管你有没有看清，反正你把二妮的名声毁了，你就得负责。你这不是冤枉好人吗？我说夏文南，你家穷的都快吃不起饭了，我家二妮还愿意嫁给你，你不是该高兴吗？怎么拉着脸好像我家二妮在求嫁一样？那既然你都知道我家穷得快吃不起饭了，你还愿意让二妮嫁给我？你这不是准备让二妮嫁到我家来饿死吗？那这样吧，你来我家当个上门女婿，我保证饿不着你。夏文南被他气得够呛，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话都不想说，就脾气不好的从他身边走。这时二妮拄着拐杖走了出来。二哥，他还是不答应吗？他敢不答应？他要是不答应，二哥一定找他讨个说法。唉。第二日，他昨日用木瓜卖了700多文钱的事传到村里，一早也是有好些村民背着背篓去后山摘木瓜。公寓，原来你在这里啊！我可找了你好久了。你找我干嘛？我问你，昨天我家杨大壮和杨二壮也参与了打野猪，为啥那野猪被打死了后，你却只给我们家那么一点点？原来杨大壮和杨二壮是你儿子，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什么样的娘教出什么样的儿子来？给他们分一点，已经算我仁慈了。要是换别人，估计你家连猪毛都分不到。我告诉你，那野猪可是我家儿子赶出来的。那他们把野猪赶到村里来，伤了村民这事，你怎么看？那些人又不是瞎，野猪来了他们不会躲啊。被野猪伤了，也是怪他们想要吃猪肉，活该。杨二婶，你就别说了吧，那事儿应该也不是公寓一个人说了的算。你一边去，你知道个屁！你最好去找李正比较好。如果不信任李正，那你就去报官吧。你看官爷知道你家杨大壮和杨二壮把野猪赶到村里来了后，会怎么处理？就在这时，从树林深处传来了一声野猪的嚎叫声。这是野猪的叫声吧？趁那野猪还没过来，要不我们回去吧，被伤了就不好了。杨二婶说的，你们要是被野猪伤了的话，那也是怪你们想要吃猪肉，怨不得别人。说完，公寓便拿着篮子回家了。
没出3天，这片木瓜林子就被大家伙摘得光秃秃的。他们卖得出去吗？他们卖不出去，难不成你帮他们吗？我管他们卖不卖得出去。走吧，今天咱们去采点香菇，明天也好拿到城里一起卖了。第2天一大早，龚玉和夏文轩、夏文南便去城里卖木瓜，同时也把发好的豆芽带去。刚进城，夏文轩哥俩便先去给福满楼送豆芽，龚玉则是自己去卖木瓜。摊位刚支好，就见许墨就带着几个小厮气势汹汹地走来。你个死丫头，你不是说这木瓜熬汤会很好吃吗？结果本公子亲自盯着让大厨熬了几锅，难吃的要死，给猪都不吃。你今天要是不给本公子说出一个所以然来，本公子就将你这些木瓜全丢去喂猪。你不是说这木瓜喂猪，猪都不吃吗？公子还给他废什么话呀？直接把他的摊位掀了，赶他出去，让他永远也别进城来。你来掀一个试试。你先说说你家大厨是怎么做的？加入调料，将木瓜和肉一起炖的。那大厨将木瓜和肉一起放入锅里的？是的，有问题吗？将木瓜和肉一起炖，等到炖好了，要么肉还不烂，要么木瓜炖烂了，你说能好吃吗？那你说怎么炖？许公子，你这是在向我讨教配方吗？这还有配方？那是当然。那行，你看多少银子能把配方卖给本公子吧？30两，你看怎样？好，成交。不过你要到我们飘香楼亲自去做一下，等我本人品尝完再给你钱。好，没问题。随后众人便来到飘香楼，龚玉顺路又买了几斤排骨。你先叫人把这个骨头砍成一块一块的，然后花生和陈皮来泡着。就这样，没一会的功夫，一道美味的木瓜炖排骨便做完了。许墨亲自拿起筷子夹了一块木瓜，然后放进嘴里。怎么会有这个味道？这味道真是太好吃了。那行，既然你很满意的话，那我把方子写下来，你就可以给我钱了。既然你的厨艺这么好，可否留下来在我的飘香楼做大厨？工钱你说？这不是工钱的问题，是我压根就不想在这里干，所以你也不用多说了。那好吧。许墨也不强人所难，紧接着龚玉便写出了配方。龚玉收了银子，便走出了飘香楼，正好遇见来找他的夏文南和夏文轩。龚玉，你怎么跑这来了？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没事，你们不用担心。就是上次遇到的那个许墨。也不隐瞒，他当即把自己跟许墨做的交易道了出来。30两银子一个配方，芋头怎么会有这种好事？切，你以为很贵啊？我告诉你啊，要是我有本钱开店，30两我才舍不卖呢。行了，天色不早了，咱们回去吧。夏文轩，你们3人今天带来的东西全都卖了吗？卖了。居然都卖了。话说那个木瓜就那么好卖吗？还行吧。今天在你们后面又有好些人来城里卖木瓜，却不知他们能不能卖得出去。不管了，咱们先走吧。回来后，夏文轩也没闲着，打算再编一个床垫。可是刚要动手，便觉得头晕目眩，晕了过去。龚玉进门刚好看到。夏文轩，你怎么了？芋头，这么扎针有危险吗？我好像听说头上不能随便扎针。别吵。哦。扎好针后，龚玉就屏气凝神地给夏文轩把脉，随时关注夏文轩的脉象。三哥这是生了什么病？三哥生的不是病，而是中毒。三哥怎么会是中毒呢？他这毒在体内都已经3年了，我本来以为还能拖一拖，可是看他现在的状况，估计是没办法拖了。芋头，那三哥当真是中毒吗？很严重，我必须立马给他解毒。我现在写个方子，你拿着这个药方，立马去请刘大爷帮忙，让他送你去城里买药，然后又赶紧回来。好，我马上去。夏文南刚走，夏文化拄着拐杖走了进来。文轩的病又复发了吗？不是旧病复发，是毒发。毒发？是的，你知道他是怎么中的毒吗？不知道。3年前，文轩去城里给一个大户人家做工，文轩在那个大户人家干了半年的样子，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后来文轩回来就有这样的病了。夏文轩一直都没有跟你们说发生什么事了吗？没说，文轩从来都不提。那夏文轩去哪个大夫人家干活，你们知道吗？那家人好像是姓赵吧？是文轩去城里的时候看到人家招人，然后就去了，并没有给家里人细说。你也回去躺着吧，你刚见好转，不能久站的。那文轩会没事吗？二哥别担心，有我在，三哥不会有事的。我说玉儿，听你叫我二哥，我怎地感觉鸡皮疙瘩都要冒出来了？那你不喜欢，我就叫你夏文化呗。行了，随你吧。说完，夏文化拄着拐就回了自己屋子。等了2个时辰，夏文南还是没来。完了，都这么晚还没回来，夏文南肯定是被关在城里面了。
玉儿，三哥，你醒了呀？怎么样，感觉好点了吗？你在这守了我一夜吗？真是辛苦你了。呵呵，困的时候我也眯了一会儿。芋头，芋头，夏文南回来了。我把药买回来了。三哥，你醒了吗？夏文轩想起身，这才发现自己竟然全身都无法动弹。我这是怎么了？怎么会动不了？你的毒发作了，暂时还能清醒过来，而不是直接一命呜呼，这都已经很不错了。那我以后别担心，有我呢，你会没事的。夏文南，你就只买了一副药吗？对，这药可贵了，一副药就得60多两银子，我还是求那掌柜的半天，他才以60两银子一副的价钱卖给我的。就是因为跟掌柜的求情耽误了时间，所以才会错过了时间出城。60两银子一副。三哥，没事的，等你好了，咱又一起赚钱。早知道这么贵，就别买了。我这件命哪值60两啊？的确不只值60两银子，就你这样，得5副药才能完全把毒素清除掉。现在家里的钱都花了，往后的钱可怎么弄呢？夏文南，你看着三哥，我去熬药。哦，好。公寓刚出来，就看见赵航领着一位公子哥走进了院子。我二哥在吗？在啊，他腿伤着，能去哪儿？好，那我去找他。罗公子，咱们这边请。什么？你要打老虎？对，听赵航说你打猎很厉害，但不知道你这腿要什么时候能完全好呢？这罗公子一看就是个有钱人，我们家现在正缺钱呢，先把他稳住再说。我这腿再有1个月就差不多了。那行，那1个月后等你完全好了，咱们就出发。可以，那这工钱，公子打算出多少呢？80两银子，可以的话，我现在就可以把钱付给你。夏文化刚要答应下来，公寓的声音从外面传了进来。80两太少了。那你的意思是？500两一口价，少1分都不行。你可以先付300两的定金，打他老虎后再付后面的200两。这太高了吧？我主要是请他去辅助着打那只大虫，并不是让他一个人打。我们有人。既然有人，那你为何不与你的那些人去打，还要来找我二哥？我这不是想找一个懂点的人带着吗？没用的，不管你们有多少人，到时候恐怕都会乱成一团。打虎不比别的，人多了非但不能吓着那虎，有可能会让去的人都死于虎口。所以我的意思是，你们都不必掺和着了，我和我二哥去就行。你一个小女子，有何能耐，竟然敢去森林里打虎？公寓，我知道前几天你打过野猪，可这是老虎。难道他就是前几天人们说的一箭射死野猪的丫头？你确定你要去？你不用确定我是不是要去，你只要确定我二哥会去就行了。我确定，但定金我只能付200两，不行我就找别人了。公寓觉得差不多了，先拿这个200两买药才是正道，随即便答应了下来。罗汉林便付了定金，然后便和赵航离开。夏文南，你今天休息好，明天还得去城里给三哥买3副药。还要买3副药吗？可是咱们哪有那么多钱啊？呵呵，我这里有。什么？去山里打虎，那不是很危险吗？到时候小心一点就是了。那能是小心一点就能解决的问题吗？不管怎么说，既然答应了，那我到时候跟二哥一起去。反正时间还长，到时候再说。公寓，你在洗衣服啊？是啊。彩莲怎么了？你看我的木瓜，早上备多少去，现在就备多少回来，一个都没卖出去呢。一个都没卖出去吗？是呀，你的木瓜真的是全都卖给飘香楼了吗？是啊。你运气真好，带去的东西都能卖。今天除了我，还有几个大叔大婶也背了木瓜去城里，他们也像我一样卖不出去，然后又背着回来了。可能他们收够了吧。哦，那谢谢啊，我过1、2天再去。拜拜，我走了。三哥的脉象平稳下来了，看来我给三哥吃的药都起作用了。那么说，三哥快好了吗？要想把他体内的毒素全部解了，还得给他继续吃药。这样好啦，一会儿咱们进城，把这几天摘的木瓜和香菇都卖了去。那行，我立马去找刘大爷，请他直接把牛车牵过来。公寓要进城卖木瓜的消息，全村人马上就知道了，他们也想沾点公寓的光，把他们的木瓜都卖了，纷纷背上一背篓木瓜跟在后面。牛车今天不让进城，夏武南，你在这里等着，我直接去飘香楼问一下，看那许墨老板要不要。好。姑娘，你可来了，我们东家昨日就在找你了。他找我买木瓜吗？是啊，姑娘真是聪慧。姑娘请到2楼，当家的在上面。许公子你好啊。姑娘，我正要找你呢，你这次带了多少木瓜来？大概有700-800斤，
不知道你要不要得完？要，当然要了。对了，还有香菇，我也全要了。你的货在哪里？这个就得麻烦许公子派人去城门口搬来了。我的货全都在城门口的。说完，许墨就叫人到城门口搬木瓜。公寓没想到，一起来的不仅有夏文南，还有几个村里跟着抢收木瓜的村民。你们的木瓜，我们当家的说不要，都拿走吧。公寓姑娘，你们就帮帮忙吧。你们那么多木瓜都卖了，让飘香楼的掌柜也把我们的木瓜收了呗。这我也不好说啊。本店买的木瓜已经够多的了，今日不再购买木瓜。那香菇呢？不买。公子，你瞧瞧，这香菇已经晒干了，放多长时间都没事的。本店只买他的香菇，其他的一律不要。好了，有事我要先走了。公寓，我问你，是不是你让飘香楼的东家别买我的香菇的？神，我压根就不知道你今天会来城里，更不知道你会带着香菇来卖，好不好？你这是狡辩。刚刚飘香楼的东家不是说了吗？他只买你的香菇。你说要不是你捣鬼，他能这样吗？婶子，你的香菇卖不掉，关我们什么事？你怎么能赖到公寓的头上呢？不是他捣鬼，我的香菇能卖不掉吗？你的香菇卖不卖得掉，关我什么事？你愿意往我头上栽，那随便你。夏文南，咱们走。芋头，你别管他们说的，那东家不买他们的木瓜，关咱们什么事啊？真是让人想不到，他们平时看起来很好相处的样子，怎么一有一点利益冲突，就突然变了一个脸？算了，芋头，你别多想，反正咱平时和他们结交的也不多。夏文南，咱今天回去就得把家里欠的债全部还了。为何？不是要留着钱给三哥买药吗？唉，今天发生了这事，他们肯定不依不饶的。要是咱们把欠他们的债还了，估计咱家都没有清静。那三哥的药钱不够的，咱再想办法。说完，他们便去药房抓了些药。由于钱不够，公寓只敢买3副，然后便坐着牛车往家走。刚到家门口，就被众人拦住了。公寓，我问你，你为啥要飘香楼的东家别收大壮他爹背去卖的木瓜？你知不知道那100多斤木瓜背着来背着去的很累啊？杨二婶，你胡说八道些什么？那飘香楼的东家买了我们的木瓜，大概一时之间用不了那么多，所以就不买了。夏文南，你就狡辩吧。那飘香楼的掌柜说以后都只买你们的木瓜和香菇，我们大家可都听到了。难道你说我们都是在造谣吗？对了，你们今天不是赚了不少钱吗？那欠我家的那几百文钱该还了吧？合着也就是几百文钱而已。你们现在应该不缺这点钱吧？对，你们都有钱了，该还了。杨二婶不用担心，我们今天已经准备好了，这就把你们的钱还了。不过还得麻烦你们把借条拿来。说完，众人都回家去拿借条。夏文轩，你怎么出来了？你这些天得好好养着，切不可动气。走，我扶你进去。他们的木瓜卖不出去，就怪在咱家头上吗？这也太无理取闹了吧！是啊，我怎么解释他们都不听。他们刚刚要咱家还钱，这可怎么办？你不用担心，我已经把钱准备好了。这时外面传来了声音，公寓知道是有人拿着借条来了，便走了出去。没半个时辰后，前来的村民就都拿着钱回去了。现在还差李正、赵二婶、李大娘以及2、3家没来拿钱的。欠他们家的钱，我亲自送过去吧。行，那你去吧。那个李大娘家的钱你去还吧。你这是怕被扣住当上门女婿吧？行，那我去。阿妮，你娘在家吗？公寓，你来了，快进来。你娘在家吗？不在，我娘和我二哥都去地里栽养育了，应该要不了多久就能回来了。你找我娘有什么事呢？这是我们家欠你家的钱，我给送来了。那行，等我娘回来，我就交给我娘。太谢谢了，家里还有事，我就先走了。那个公寓，我是想问你，夏文南他是什么意思？这个我不知道啊。你告诉他，我的腿就快好了，我以后不会是瘸子的啊！我回去一定告诉他。回来后，公寓又为了夏文轩吃药，由于那中药里面有让人镇定的成分，因而夏文轩喝了中药没多久就睡着了。随后，公寓在空间里面拿出消炎药给夏文轩输液。这时，夏文南突然闯了进来。你不是说出去了吗？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东西？你别动。这是在哪里买的？我怎么从来都不知道？我在回春堂买的。怎么可能？我和你一起去的回春堂，我怎么不知道你还买了其他东西？你别问了，反正我也不会告诉你。哦，好吧。不过这东西里面竟然还有水。你这么晚了过来是来找我的吗？不是，我是来看三哥怎么样了。你居然在这照看着，那我去睡了。
看，公寓夏家那个媳妇来了。她居然来洗衣服了，真是的，谁要跟她在一条河里洗衣服啊？她怎么了？你难道没有听说吗？她去城里卖木瓜的时候，特意让那客栈的东家不买大家的木瓜，真是丑人多作怪。还有这种事吗？真是太过分了。公寓独自洗着，不管那些人怎么议论。这时忽然传来鄙夷的声音：“真不要脸！损害大家的利益，对你有什么好处呢？”夏文桃，你说谁呢？说你呢，怎么着？夏文桃，你没病吧？我找你惹你了，懒得看你，走开！你以为我想见你吗？哼，你根本都不知道我到底有多恨你。公寓仔细看了一下夏文桃，夏文桃瘦了一些，又黑了一些，像是在宋家受到虐待一样。要不是因为你，我会那么着急的嫁人吗？你没搞错吧？你恨嫁是因为我的关系？我娘就是因为你而死的。可是三哥和四哥他们居然都对你那么好，我想把你卖掉，可他们居然又不准，搞得我天天看到你，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厌恶你。所以你为了见不到我，就赶紧的嫁人了？是，只要能从那个家里出来，不管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哼，怎么样，在宋家过得好吗？有什么好不好的？你去宋家大闹了一场，你觉得我能好吗？夏文桃，你洗个衣服要这么长时间吗？我娘还等着你去做饭呢，你磨磨蹭蹭的，想要一家人都饿死吗？我马上就回去。公寓洗完衣服，又背着竹篓去后山采香菇。刚进山就遇到了王彩莲和另一个姑娘。公寓，你也来采香菇吗？是啊，你们什么时候来的？我们一大早就出门来了。公寓，这是胡春，住在村东头。早知道你要来，我路过你家门口的时候就顺便喊你了。早上有事没空来，是把活干完了才来的。王彩莲，你怎么跟他说这么多话呀？你难道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吗？怎么啦？咱村里面的人去城里卖木瓜，他从中使坏不让人买他们的木瓜，这事都在村里传开了，你会没有听说吗？可我也听说是他们误会了呀。哎呀，这种事咱们又没有在场，不能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啊。我确实没有那样做过。至于他们的木瓜飘香楼的东家不收之后，他们为何不去卖给别家，我倒是挺想不通的。就是啊，那城里又不是只有一家开客栈的，不能卖不出去后就往公寓的身上推啊。行了，咱们去采香菇吧。就在这时，公寓冷不防看到他背篓里的东西。你们怎么能采这个东西呢？你叫胡春是吧？你采的这红色的菇有毒，可不能吃啊。你说有毒就有毒啊！再说了，你怎么知道有毒呢？我看你是看不得别人好。那行，你随便，吃死了可别埋怨啊。这时林中忽然传来野猪的叫声，还有跑动的声响。正愁怎么弄钱继续给夏文轩买药呢，要是弄到那野猪，不就能解决了？公寓，咱们走吧，这林子里好像有野猪啊。走吧走吧，不采了，有野猪，咱会被野猪咬的。好吧，咱走。夏文南，你刚打野猪吗？打野猪？你要干什么？三哥体内的毒素要想完全清除干净，还得再买一副药。而以三哥现在的身体状况，我估摸着打到一头野猪，卖的钱就差不多了。那行，我明天就去山里。不过我估计一个人不行，得请2个人跟着。不用的，咱2个人就行。那样太危险了。没事的，相信我，就咱俩，你负责引，我负责打。只要那野猪出来，我便保证能把它打趴下。可是不用可是了，就这么决定了。第二天2人早早的便进了山。公寓走进山里，寻寻觅觅的找到野猪的脚印后，便一路追寻到了森子的深处。只见前面有一头200多斤的黑野猪，夏文南刚想要射箭，突然被公寓拦住。先不要动，走，跟上去。好家伙，咱们这是进了野猪窝了。咱们今天回去吧。芋头，咱们就这样放那野猪走了吗？怎么可能？3头野猪啊，放走了岂不是可惜？那你先前为何阻止我射箭？那你敢肯定你一箭就能把那野猪射死吗？不能。那洞里的野猪听到同伴的惨叫声，肯定会出来帮忙。到时候你敢肯定把另外2头野猪都放倒吗？我当时没想那么多，芋头，要不咱们找2个人来帮忙吧？单独咱们2个人还是太危险了。不找，咱们打野猪的事，村里越少人知道越好。回到家里，公寓让夏文南砍一些竹子来，编了一个类似于椭圆形的大笼子，再做2个削尖了的竹筏。忙完已经是晚上了，这样就可以了。走，咱们进山。这么晚去，啥都看不见了。要是那野猪扑过来，可怎么办？难道那野猪不睡觉吗？你是说等那野猪睡了再打吗？走吧，等到了山里，
你就知道为何要晚上去了。芋头要做什么？你告诉我，我来。咱们先把笼子口对口的安扎到野猪的洞口，并用绳子固定在周围的树干上，然后竹筏一前一后的吊挂在树上，并用绳子控制好。哦，对了，夏文南，你跑步的速度怎么样？还行吧。怎么了？一会儿你要在洞口逗它，让它发狠了，一下冲进竹笼子里面。在前面的野猪钻进竹笼子后，后面的野猪发现动静便会扑出来。这时你要以最快的速度往这边跑，然后到达这里之后跳上树干，迅速的爬上去。然后呢？嘿嘿，然后交给我就行了。小野猪，你们出来呀，该起床尿尿了。洞里的野猪听见外面有声音，顿时被惊醒，一下就冲了进来。果不其然，下一秒就直接扎进了大笼子里。公寓迅速拉起绳子，将笼子挂了起来。只见那只野猪还在里面挣扎，与此同时，另外一只野猪也冲了出来。夏文南，快跑！夏文南拿出吃奶的力气，全身心的奔跑。可他眼看离公寓叫他往上爬的树干只有咫尺之距，却是没时间往上。不行啊，野猪跑得太快，我没时间爬树啊。夏文南，快趴下！芋头，可累死我了。夏文南，赶紧爬树！还爬树吗？那野猪不是都死了吗？你忘了吗？一共是3头野猪，还有1头。就在这时，另外一只野猪从草丛里冲了出来。这时夏文南已经爬到了树上，公寓抬手就是一剑，这个猪。你看这野猪的肚子，它应该怀着小猪呢。还真是。咱放它一条生路吧。好，等它生了小猪，养个1年半载的，咱们再来打野猪。这2头野猪都各有200多斤重，得怎么弄回去呢？正想着，山林那边忽然有人走动的声音。不好，来人了！夏文南，你赶紧去拦一下，不能让他们看到野猪。好。夏文南遇到那些猎人后，跟他们搭话，然后有意无意地将他们引到另一个方向去。之后，夏文南及时赶回来，不料他回来的早了，竟然看到了令他大惊失色的一幕：公寓的手发出光芒，那头野猪紧跟着就被引到了。谁？夏文南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结果，双眸圆瞪地看着，半晌都反应不过来。走吧。夏文南，你怎么什么都不问？因为我不知道该不该问。不问也好。芋头，你放心，我什么都不会说的。那好，记住你说的话。回到家里已经是早上了，公寓让夏文南拿出一个大桌子，然后把野猪从空间里面弄了出来。这时正好夏文化拄着拐走了出来，看到2只野猪顿时呆住。二哥，你起来了。这野猪是怎么来的？我和公寓昨晚去山林里打野猪，将一个笼子安放到野猪的洞口，然后那野猪就扑进去了。那你们是怎么弄回来的？这可好几百斤啊！这时夏文轩也从屋里走了出来，看见院子里的2头野猪，也非常的惊讶。这是怎么回事？咱家怎么会有野猪呢？你，夏文南和我半夜3更的从山里弄回来的。什么？我啥时候上山了？一会儿应该会有许多村民询问，到时候你们就这么回答。既然你们都起来了，那接下来的事就由你们做吧。我挺困的，先去睡一觉。果不其然，等他再醒来的时候，院子里面已经站满了人。这时2头野猪也处理的差不多了。这消息传播的也太快了吧！夏文化，这野猪真是你们昨晚打的吗？还一打就是2头野猪，这可真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你看我像是一般人吗？看到了吗？那个竹笼子上面还染了猪血呢。看到了啊，怎么了？难不成你们就是用那竹笼子去打的野猪？是啊，晚上的时候野猪不是在洞里睡觉了吗？我们就做一个竹笼子去安放到那野猪的洞口，然后在洞口边等着，等那野猪听见声响醒来，想从洞里扑出来时，就直接扑进那个竹笼子里去了。这样就打到野猪了吗？那也太容易了吧！听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不信你自己去打打看，我看不是你打到野猪，是那野猪把你吃了吧？说的轻巧，那也得有野猪给我打。你去山林里，保证能有野猪给你打，顶多是往山林里面走得深一点。难不成你也去了？我去了，那第2头野猪还是我用箭射的呢。怎么可能？你一个妇道人家还能射箭？那你就不用管了。你们今天既然来了，想买肉的话，我们也是卖的。这不会是母猪肉吧？我昨天在赵四家那里称了2斤，结果拿过去都差点嚼不动。这不是母猪肉，你尽管称回去，要是嚼不动，你可以直接给我退回来。夏文化，这肉多少钱1斤啊？
30文钱一斤。啥？30文钱一斤？那个赵四家昨天才卖20文钱一斤呢。大家也都不是没吃过猪肉的人，应该知道野猪肉的价格和普通猪肉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大家纷纷认同，没到1个时辰，居然就卖了100多斤猪肉。这时，只见夏文桃和宋江河走进了院子。二哥、三哥，家里杀猪呢。夏家3兄弟看见夏文桃，没有说话，龚玉便接过话茬：“宋江河，你来买肉吗？30文钱一斤，你要的话，我给你割。”又是这个臭女人，今天说什么我也要白拿她这肉。买什么肉啊？我家昨天已经买了。那你们这是来干嘛呢？我们不是从这里经过吗？所以就想进来看看了。刚才好像还挺热闹。宋江河，你和夏文桃有事说事，没事就走人。我们一会儿还得去城里卖肉，没空跟你们瞎磨叽。四哥，别喊我四哥，我不是你四哥，你也甭说了。你所做的事说啥也没用，说白了，你跟大姐一样，都是白眼狼。我不是，我只是回来看看。你们看也看过了，想走的话就可以走啦。二哥、三哥、四哥，咱们吃饭去吧。那个，我们也还没吃饭呢。江河，要不咱们走吧？走什么走？你个死！既然都来了，还走？当着夏家兄弟几人的面怒吼夏文桃始终不好，他陡然醒悟过来，赶紧改变口气。好歹咱们是亲戚，并且在一个村里住着，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有矛盾不化解，总是像之前那样躲着不见也不是一个事呀。宋江河，那你觉得该怎么化解呢？我跟你说不着，你又不是夏家的人。宋江河，你说什么屁话呢？芋头不是我夏家的人，难不成你是？差不多还真是这样，好歹我还是夏家的女婿，而他龚玉算是什么？难不成我还能叫他二嫂、三嫂，或者是四嫂吗？宋江河，你说什么呢？院门在那边，赶紧的滚！莫不成是被我说中了吗？哈哈哈，看来不仅可以叫二嫂、三嫂，还可以叫……不知死活的东西，妄为秀才！疼死我了，疼死我了！看你以后还敢不敢乱说！这是怎么回事啊？王叔啊，我被夏家打了！呜呜呜！夏家这些人不讲道理。王叔，你别听他胡说八道，你问问他刚才都说了一些什么。要不是他乱说，我们也不至于这样。你们家始终是亲戚，可别伤了和气呀。夏文南，你别以为那贱妮子有多好，那天在河边，她还脱光了想来勾引我来的。你说什么？夏文南怒气冲天，上去就是一脚，把宋江河踢倒。夏文桃，你死了吗？夏文南，快把我打死了！夏文桃只是呆呆地站着，没敢说话。这时宋大全从远处跑了过来。夏文南，你干嘛打我家宋江河？大哥，大哥，他们夏家人一起打我。三弟，你闲着没事跑他家来干什么？都怪夏文桃，说是夏家打了2头野猪，他想过来看看，然后我就陪他过来了。大哥，我好疼啊，你可得帮我讨回一个公道啊！啊，我没有，江河不是你说要来的吗？宋江河，你一个秀才说话可得悠着点啊！要是再敢胡说八道，我保证你哪天死的都不知道。此时龚玉语气中透露着杀气，顿时让宋家兄弟心中骇然一跳。龚玉，你给我等着，这事没完！说完，宋家兄弟便灰溜溜的走了。宋江河被打成那样，宋婶都没有出现，足以见得宋婶今天一早就去地里干活了。等到傍晚，宋婶从地里回来，8成就会上门来闹了，你们可都要有心理准备哦。来闹就来闹，谁怕谁啊？不好意思啊，真的是饿惨了。走，咱们吃饭去吧。饭已经做好了，众人刚坐下，夏文轩抬眸就看到还蹲在院墙下的夏文桃。二哥文桃还在外面呢，咱要不要？去喊他进来吃饭吧。还喊他吃饭？哼，他咋不去宋家吃呢？搬了那么些粮食去宋家，一个人吃到过年他都饿不死。行了，文轩赶紧去叫他吧。吃吧，这些菜都是龚玉做的，味道很不错的。夏文桃没有说话，只是低头不语。夏文桃，你倒是吃啊！你就这么看着我们几人吃，那明儿还不得说我们刻薄你啊？凭良心说，我们可没有那样的心思，不就是一顿饭而已吗？赶紧的吃吧。哼，吃就吃。随后夏文桃就好像几天没过饭一样，一下就吃了3碗。刚放下碗，夏文桃便又哭了起来。文桃，怎么了？刚刚宋江河被你们打得那么惨，我回去以后他肯定会打我的。你现在担心个啥呢？就宋江河那样，指不定得在床上躺1个月呢。那是你不知道，宋江河他每次有什么不顺心的事，他都会打我出气。哭什么哭？吵死了！怕你被宋江河打，那还不是你自找的？像当初我们说什么，我们都叫你别嫁给宋江河，那婚退了就退了。可你呢，吵着闹着你都要嫁，还以为宋江河有多么了不的似的。这时夏文桃收住了哭声，看了看箩筐里的肉。
一会儿我走的时候提一块肉回去，行吗？宋江河被打，我婆婆看我提肉回去，心情一好，指不定就不会追究了。那你瞧中了哪一块呢？那块就行了。不行，那块少说也有10多斤呢，10多斤，我怕宋刘氏吃不完。哪会呢？我们家人多，而且我婆婆她最喜欢吃肉了。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拉牛车刘大爷的声音：“夏文南，你在家没？”刘大爷，你来了，请你等一下。刘大爷的牛车来了，我这就把肉都搬车上面去，咱们赶紧进城。牛车刚装了一半，这时宋刘氏、宋大全二人气势汹汹地赶来。夏文南，我问你，你为何要打我家宋江河？你赶紧松开我！不放！你把我家宋江河打得不省人事，你得给我一个说法。得赶紧把这事解决了，要不这肉耽误时间长了，肯定会臭的。就在这时，宋刘氏使劲地一拉夏文南的胳膊，只听“擦”的一声，夏文南的袖子就被宋刘氏给拽了半截下来。与此同时，宋刘氏一下倒在了地上。娘，杀人了！夏文南要杀人了！疼死我了！夏文南要杀人了！他的哭喊声招来许多人。这是怎么回事？宋家怎么又和夏家闹起来了？不知道啊，会不会是宋江河和夏文南打架？宋江和他娘不答应，所以来找夏文南的麻烦啊！夏文南，你竟然连我娘都打！我今天跟你……这时他看到宫玉在一旁，想起之前被宫玉的整治的过程，瞬间又血。夏文南，你的手臂怎么被抓成这样了？宋刘氏，你看看你给夏文南抓的，不得了了！这夏家的人都对我直呼其名了，真是没有家教啊！连对人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了。难不成夏周氏死了后，夏家的这几兄弟就变成有娘生没娘养的野种了吗？宋刘氏，麻烦你把嘴巴放干净一点。谁是有娘生没娘养的野种？像宋江河那样故意找事的，就是有娘生有娘养的了吗？难不成你们家的家教就是那样？夏文南，你个挨千刀的，你还越来越厉害了！身为小辈，你不仅把我推到地上，还那么无理的对我说话，你也不怕天打雷劈吗？宋刘氏，你自个看看，你把夏文南的手臂抓成什么样了？是啊，这下手也太狠了吧，又抓又掐的。闭嘴，关你们什么事啊？宋刘氏，你好歹也是一个几十岁的妇道人家了，难道也不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吗？这宋刘氏一把年纪了，也跟宋江河一个德行，呵，真是有什么样的娘就有什么样的儿子，还说什么有娘生没娘养。我看这宋刘氏小时候也是一个有娘生没娘养的野种吧。夏文南，你个乳臭未干的臭小子，我也不跟你骂了，我今天就要讨个公道。宋刘氏，你是要来给你家宋江河讨回一个什么公道啊？讨回什么公道？你还好意思问？我家宋江河被夏文南打得半死不活的躺在床上，且不说让夏文南当着大伙的面给他道歉了，最起码你夏家也要花钱给我把人治好了吧？那要多少钱才能把宋江河治好呢？最起码要20两银子。宋刘氏，我看宋江河应该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吧？要是很严重的话，你会有心思来要钱吗？什么不严重啊？你可别在那里乱放屁！看来今天这宋刘氏是没完了，这肉暂时进城卖不了了，我得找个机会把这个肉放进空间里面，要不肯定会臭的。三哥，咱们先把这肉弄进屋吧。什么？我看你这是想跑，没门！今天不把这事情解决了，你们谁也别想走。说完，宋刘氏便伸手向着宫玉的脸上抓来，宫玉顺势一脚就把宋刘氏踢飞出去。你敢打我娘，我跟你拼了！就你这等泼辣的妇人，也教导不出好人来，难怪宋江河也像你这般爱无理取闹，即便是考上了秀才，也一样让人瞧不起。玉儿、文轩、文南，咱们回去。如果有人还敢在这里吼，我这刀可不认人了。宋刘氏看着夏文化手里明晃晃的杀猪刀，不敢再骂了。老娘要告你们，老娘明儿一早就去告你们，让你们知道打了秀才的下场。以往村里发生什么事，李正不是都会来处理吗？怎么这次那宋刘氏骂了大半天，李正都没有出现呢？李正病了，我早上去李正家送肉的时候，李正正躺在床上，说是赵航去城里给他请大夫了。我说的呢？这宋刘氏还在门口守着呢，就躺在牛车前面，真是可恨。没事，就由他守着吧。这里出不去，不是还有后山吗？大不了咱在后山绕一圈再出去。这时外面响起了敲门声。夏文化，你在家吗？公子，你来有什么事情吗？咱们还没到约定打虎的日子哦。我知道的，我刚从这山上打猎下来的，正好路过这里，看看夏文化的腿伤休养的怎样了。
你就这么喜欢打猎吗？纯属个人喜好。宫玉瞄了瞄他身上的华丽锦衣，脑中灵光一闪，一个赚钱的主意就冒了上来。罗翰林，这都快中午了，是不是还没吃饭呢？还真是，你怎么知道我饿了呢？请问这村子里有没有客栈啊？切，你到穷山沟里来找客栈，真是异想天开啊！你想吃饭，没必要非得找客栈啊，我马上就能给你做呢。那真是太好了，钱不是问题，有什么好吃的尽管做。不一会的功夫，宫玉就地取材做了一大桌子的好菜，真是不可小觑，你竟然会做这么多的菜，肯定很好吃，那我就不客气了。好吃，真好吃。芋头，咱啥时候进城啊？咱今天不去了，不着急的。姑娘，这个排骨木瓜汤的味道好熟悉，能成你喝过？我喝过，让人去飘香楼端来的。不过那个排骨木瓜汤的味道似乎没有你做的这个正宗。那当然，那里的大厨还是我教的呢。你真是那个叫飘香楼的大厨做排骨木瓜汤的姑娘吗？其实说教也不太妥的，应该说是卖的。我一道菜卖了50两银子呢。50两银子吗？那你知道许墨靠这个汤挣了多少吗？那他能赚多少钱？少说也有3000两啊。能赚那么多吗？城里有钱的人多了去了，他的飘香楼天天人满为患，说他赚3000两都是少的，他的生意还在做，后续应该还会增加。那也是人家的本事，气不来的。宫姑娘，这些菜如果我给你买，你卖不卖？你是说做菜的方法是吧？是的，不瞒你说，城里的福满楼是我家开的，最近生意不太好，所以我想要这些菜的做法，看看可不可以让生意好转一些。福满楼原来是你家开的？是啊，就买这做菜的方子，你看多少钱吧？那你觉得多少钱合适？你卖给许墨不是50两银子一个菜方吗？那我也给你一样的价钱呗。50两银子一个菜，那不是赚大发了吗？难怪宫玉不急着去卖肉，8成他看到罗翰林进门后，就打着在罗翰林身上赚钱的主意了。那个，你不是说飘香楼买了我的菜赚了不少钱吗？你是想涨价吗？那个，也不是说要涨多少，主要是觉得……那你看我给你60两银子的价格怎样？好啊，罗公子，你可真是一个爽快人。不过这个排骨木瓜汤可不能卖，我已经卖给许墨了。我知道，已经卖过的当然不能再卖，这是信誉问题。罗翰林付完菜钱，便来到夏文化的屋子闲聊。这时王彩莲也来找宫玉。宫玉，你们今天要去城里卖肉吗？原本是要去的，可是家里面来客人了，就没有去了。你来有什么事情吗？我是想你们去城里卖肉的话，我跟你们一起去。你也想去卖点什么吗？那个，你卖木瓜不是挺快的吗？我想请你教教我，怎么才能把木瓜都卖出去。那有什么好教的？摆着摊就卖了。宫玉，我其实是想请你帮我。帮你卖吗？我摘的木瓜挺多的，家里人都已经吃厌了，要是再卖不出去的话，恐怕就会烂了。要是那样，我就赚不了2两银子了。你们家很穷吗？需要你那么辛苦的赚钱？不是穷不穷的问题，主要是我跟我爹打过赌了，要是我年前赚不了2两银子的话，他就会自作主张的让我嫁人了。你不想嫁人？这时夏文轩正好从厨房出来倒水，王彩莲意味不明的眼神朝夏文轩看去。我不想那么快嫁人。就你这看夏文轩的眼神，肯定是在等他呢。行，我倒是可以帮你，不过还得你自己动手。怎么动手？你说我做，只要能卖出去，你说什么我都做。这样吧，你把那些木瓜都做成粉来卖给我，只有做成粉了才好保存。明天我教你怎么弄。好，那太谢谢你了。说完，王彩莲便回家了。罗翰林见天气不早了，也从夏家离开。夏文南，这肉放在空间里始终不是一个办法。我想了一个点子。什么点子？你去李正家里面买点盐，我打算把这肉腌了起来，做成烤腊肉。烤腊肉是什么东西？腊肉放得住，而且味道还好。行，都听你的。还有明天我去城里，你好好看家啊。你自己一个人去吗？我一个人去，这家里2哥腿脚不便，3哥身体不太好，就只有你身强力壮的能守着家了。我和你去吧，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去。有啥不放心的？你走了我才不放心呢。这肉有300来斤呢，宋家天天在门口虎视眈眈的守着，你说你走了后，我能放心吗？芋头，要不让3哥陪你一起去吧？我看3哥的身体都好很多了，他又不出力，就这么去城里，应该没事的。也行，那明天就让3哥陪我去吧，也好有个照应。次日一早，宫玉和夏文轩便坐上牛车去了城里。宫玉，你家那么些猪肉都不准备卖了吗？
怎么空手进城呢？宋家一直在我家门口守着，不准搬运猪肉。我们即便是想卖，也没法卖啊。那么些猪肉不卖的话，时间长了会坏的。刘大爷，我们不怕的，那些猪肉我都腌起来了，不会坏的。到了城里，龚玉和夏文轩便直奔福满楼。罗汉林让人把材料都备齐后，龚玉做菜的方子也在同一时间写了出来，然后便交起了大厨如果做。交完之后已经是晚上，他们两个便又急急地回家了。刚进村子，就看到吴大娘向他们跑过来。夏文轩、龚玉，你们家夏文南被衙门的人抓走了，你们怎么才回来啊？你说什么？怎么，你们一路走来都没有遇到吗？吴大娘，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来的时候走小路了，没有看到衙门里的人。那你们快回去看看吧，夏文化应该还在家里。说完，龚玉和夏文轩便往家跑。二人来到夏文化的房间，屋里空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二哥怎么也不在了？能去哪儿？肯定是二哥着急，所以去想办法了。难不成二哥去找李正了吗？我去李正家看看。三哥，你看家。说完，龚玉便飞奔到李正家里。果然，夏文化在这里。玉儿，你怎么来了？我和夏文轩回到村里后，就听吴大娘说了家里的事，然后我在家里找不到你，就猜测你可能来李正家了。找爷爷好。好，你这娃子还真聪明。宋家还真是过分，宋江河也就是和文南打个架而已，还居然惊动官府，把衙门里的人都找来了。衙门里的人来了，就把夏文南抓走了。宋关山一直在城里给大富人家干活，八成是认识了一些官家人，买通了一些路子才这样的。诗人买通了路子也没用，咱们有理走遍天下。不管怎么样，还是得赶紧的想办法把夏文南给弄回来，要不……赵爷爷这是伤到哪里了？我爷爷前段时间摔了一跤，伤到手臂了，吃了好几副药了，还不见好。可否给我看看？可以啊，听说你医术也很高，那快给我爷爷看看吧。随后，龚玉便给李正把起了脉，没出一会便看出了问题所在。赵爷爷是年纪大了，所以恢复得慢一些。我说个药方，赵行，你拿笔记一下。好。于是，龚玉口述，他写。盏茶之后，一张药方就出炉了。龚玉把药方拿过来看了看，很满意赵行写的字，冷不防看到赵行的字，他脑中忽然灵光一闪。赵行，你可否帮我一个忙？什么忙？你说。帮我写一张状纸。状纸？对，那宋家不是告夏文南吗？那我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去告宋江河。好，你说吧。随后由龚玉口述，他执笔，然后把龚玉说的都写下来。很好，赵行，你是今天去城里买药，还是明天？今天吧，我想让爷爷快点好起来。那你们呢？我们先回去一趟，然后再去城里。那行，我去找刘大爷，请他赶牛车去，然后我们在村头的石桥那边等你们。好。说完，龚玉便和夏文化离开了李正家。玉儿，你反告宋家，真能救文南吗？能不能救都先试试，反正我不能让宋家好受。现在咱们大梁国边疆发生战乱，正是用兵之际，国内发生打架斗殴事件，官府不管谁对谁错，基本上都会把人往边疆送。不想当兵也必须去吗？这个不是想不想的问题，而是要看县太爷怎么判。要不我和你们一起去吧？你的腿好不容易休养的差不多了，要是出去扭伤，再治疗起来就艰难了。记得当初陈大人来青州城上任之时遇到了危险，我那时去山里打猎正好碰上，然后便救了陈大人一命。陈大人为了报答我，拿了这么一块木牌给我，承诺以后无论我遇到什么事，只要拿着这块木牌去找他，他都有求必应。二哥，这是我们以前怎么都没有听你说过。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忙着打猎就懒得提了。行啊，有了这个那就更好办事了，咱们快走吧。说完，他们便和赵行坐着牛车来到城里。等到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时分。咱们今晚住在哪里？住客栈呢。瞧你傻的，连这点事都想不到吗？我怕没钱。不怕，咱不住客栈，去我二叔家吧。也不知文南被抓了以后关在哪里，咱们这时候还能去看看他吗？这时候衙门里的人都已经回家了，你去衙门的话，八成是见不到人的。那只能明天了吗？我二婶的妹夫在衙门里做捕快，咱们去找他，兴许能见得到。走吧，先去二叔家。说话间，三人便来到了赵行二叔家。二叔在家吗？来了。二婶，小航啊，你来了。瞧天色这么晚了，你居然还来城里，真是让人有些想不到。这女人怎么这么眼熟呢？这么像前一阵在肉摊碰见的那位呢，但她好像没那么胖。打扰了二婶，这是和我一起从村子里来的夏文轩和龚玉。大晚上来，
指定没好事，还带来2个穷乡下人。进来吧，快进来吧。你们坐啊，我去后院去叫你二叔。说完，这妇人便带到后院。只见赵明康和他儿子在数着钱。你干嘛呢？闲着没事数啥数？前些天你也听说了，爹摔了一跤，现在躺在床上都无法动弹了。我不能在床前敬教，是因为生意忙走不开。但如果我连要钱都不给的话，那我还是人吗？那你自个掂量着点，咱那铺面还得付租金呢。对了，小航来了，还带来了2个穷乡亲。赵航，咱也不用等明儿一早了，就现在吧。咱先去找你那个二姨父，给他说说，看他能不能让我们先看看夏文南。行，我也知道你们着急，这么晚了，我和我文轩哥去吧，你就在我二叔家先待着。行吧。说完，2人便走了出去。刚出门便看到了赵明康。龚玉观察到赵明康对赵航的态度，那真是慈祥有余，关爱有加。二叔，我先出去一趟，这位从村子里来的叫龚玉，你先帮我照顾一下。好，没问题的。小雨啊，你过来先陪着这位姐姐，我去帮你娘做饭。你是跟夏文轩一起来的，难不成你就是上阳村那个最穷的夏家几个月前买来的媳妇吗？这言语间都是讽刺，龚玉不想回答。我听说你偷过夏家的银子逃跑，是吗？所以你坐在这里守着，是怕我偷你家的钱吗？那防人之心不可无，我这样做也没错吧？你……天啊，你什么眼神？难不成你想打人吗？就在这时，离他不远的厨房内却是传来了争吵的声音。赵明康，你就是是非不分，我说错了吗？咱们这些年帮着你哥养赵小航，花了多少冤枉钱了？可他现在还居然带人来吃白食，一群乡下人有什么好招待的？你就是瞧不起乡下人。你看小航这些年有带过人来吗？他今天既然带来了，那肯定是那个叫龚玉和夏文轩的对他好，那不是应该的吗？应该的事多了，咱还应该给小雨娶一房媳妇呢。可是你把钱给了乡下的老爷子治病，小雨还得怎么娶媳妇啊？哼，都怪你们，要不然我娘都不会说小航的不是了。怪我们？你聋吗？你娘那是积攒了很多年的怨气吧？娶媳妇的事不是可以缓缓吗？咱小雨才18岁，也不急于这一时。现在外面传的风声，你又不是不知道，指不定明年官府就得征兵了，到时候小雨比小航的年龄大，官府还不得把小雨抓去当兵啊？我不管，无论如何你都得想办法把小雨和小航的年龄改一改。怎么改？你傻啊？用钱去走关系啊？现在有什么是用钱做不了的事？你小声点，别让人听到。可惜这些话早已经让龚玉听得一清二楚。你们这些乡下人啊，就是不知羞耻。行，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我现在就走。说完，龚玉便向门外走去，他也不敢走远，怕夏文轩到时候找不到他，便在巷子旁边一直等。龚玉，你怎么在这里？是啊，你怎么出来了？你们去遇到人了吗？遇是遇到了，就是那杨捕快说今天还不能探监。为何？说是主簿大人规定的，刚抓来的人当天不能探监。这规定是刚定的，还是一直都有？我二姨父以前都没有听说过，是主簿大人今天临时想到的。看来这主簿一定是收了宋家的好处了。咱们回去吧，天都这么黑了。不来，我和夏文轩去别处转转吧。好不容易来城里一趟，好歹看看这城里的夜景啊。夏文轩，咱们走。小航，你回来了？咦，那个夏文轩没有跟你一起回来吗？还有那个龚玉姑娘呢？龚玉走了。小雨，是不是你欺负她，所以她才走了？娘，我可没欺负她。对了，以后你要给我找媳妇，我可不想找她那样的。你们说话我都听到了。啥？你们到底说什么了？也没说什么啊。还没说什么？你说人家是来吃白食的，人家能不走？什么？龚玉是帮爷爷看病的大夫，他不收诊金。我想着跟他来城里能回报他一点，可是你们……说到这里，赵航便生气的不再说了，然后便走了出去。夏文轩，这就是青州城的府衙吗？这府衙里的捕快多吗？不太多吧，按杨捕快说的，就30来个。那牢房在哪里？你知道吗？好像是在府衙的后面。那咱们过去看看。龚玉，你看那个人手里提着木桶，可能是给犯人送饭的。文南肯定就关在这里。别着急，咱先去找一个客栈住下再说。可是咱用什么方法才能把文南救出来呢？龚玉皱了皱眉，没有回答，神情凝重地走开。足足耗费了半个时辰的时间，2人终于在一个偏僻又暗黑的街道上找到了一家看起来上不了档次的陈旧客栈，可是只有1间房了。掌柜的，你们城里住宿的怎么这么火爆呢？
二位还不知道吗？7天后就是赵府大小姐赵嫣然公开招婿的日子，所以这周围城镇的人听到消息后，都先跑来找个住处等着。公开招婿？是啊，那赵府大小姐今年19有余，过年后就满20了。按咱们大梁国的规定，女子20还不嫁人的官府指婚，那嫁给什么样的人就不一定了。所以赵老爷才着急的要为赵大小姐选婿的。原来这样，只是官府指婚，这规定真是够奇怪的。宫玉说着，眼角余光见下文轩竟然黑沉着脸，满不高兴的样子。走吧，二位，我带你们去房间。宫玉，咱们是不是太破费了？我这里带有烧饼，硬邦邦的，这么硬的东西吃下去不好消化，伤胃。就在这时，楼下忽然传来乒乒乓乓的声音，原来是几个5大3粗的男人要求掌柜给他们腾2个房间出来。掌柜的没办法腾，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就在下面砸桌子摔板凳的了。如果这些人来参加赵老爷即将举办的选婿大赛的，那真是赵大小姐的悲哀。是不是她的悲哀也与我们没有关系？啊，你怎么了？这么生气？啊，没事。夏文轩也真是累了，洗漱后躺在床上，不多时就睡了过去。而宫玉则是换了一身黑色夜行衣，从窗口一跃而下，奔府衙后面的牢房去。一会儿还得劳驾各位多使些力了。我儿宋江河在床上躺着，都好些天了，还下不来床。话说那夏文南打人，下了那么重的狠手吗？可不是吗？随便打打我都懒得计较了，可他那是往死里打，不给他一点颜色瞧瞧，都叫人难解心底那口怒气。那是，你放心吧，主簿大人已经吩咐下来了，我们一定会把事情办好的。宋关山，原来是你搞的鬼。是老子搞的鬼又怎样？你个死小子，对我家宋江河拳打脚踢的，是不是看老子不在家，胆儿就肥了？哥几个动手，让他知道咱们这里的规则。衙役刚要动手，这时只见宫玉意念一动，自空间取出一颗迷幻烟雾弹，倏然弹到宋关山还没距离的地方，几人瞬间晕倒。你是谁？小点声，是我。宫玉，你怎么来了？你傻，当然是就你来了。芋头，你这是要带我走吗？这可不行啊！要是被官府的人查出来，戴罪潜逃，犯的罪行就更大了。这个我知道的，刚刚是逗你呢。要是救你，一定还要走官方。我今天是来看看你怎么样了。别说了，早上已经打了我一顿了。该死的衙役和那宋关山。行，来，我先把你放下来。刚才不是说要走官方救我吗？这会怎么用？来，拿着。你给我皮鞭干什么？难道你不想解恨吗？你现在用皮鞭狠狠地抽这几个衙役。那不打宋关山吗？你先卖力地将这4个衙役一人打10鞭后，我再告诉你该怎么做。好。芋头，这几个衙役我也打完了，这宋关山真的不打吗？不打，他可恶，自会有人来收拾他，不用脏了咱们的手，也不用咱们劳累。来，把鞭子给我。随后，宫玉便把这鞭子塞进宋关山的手里。哦，我明白了，芋头，你把鞭子塞进宋关山的手里，是想让人误以为这些衙役都是宋关山打的吗？你还不算笨，夏文南，你先去架子那边，我把你再拴起来，这样你就不会被怀疑了。好了，我先走了，明天我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好，你小心点。离开府衙的那条街道，宫玉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跑，哪知隔壁街上竟然传来邪恶的笑声。把钱拿来。我没钱。没钱？把你身上的包拿过来，让爷看看到底有没有钱。说完，其中一个混混便把踢倒在地，然后抢过来他的荷包。我的钱你还给我，那是给我爷爷买药的钱。才5两银子，真是个穷鬼。这时宫玉从远处射出玻璃弹珠，分别击中3个男人的身上，3个男人瞬间便跪在了地上。谁呀？他身上只带了5两银子，却不知你们3个身上带了多少呢？你这小妮子居然敢管闲事，是不是欠收拾？你要是寂寞的话，那爷爷就来陪你，爷爷保证弄得你舒舒服服的。饶命，姑奶奶，求求您饶命啊！把刚才抢的钱拿出来。给姑奶奶，这一共是3个钱袋，都是刚刚抢的，求你放了我们吧。嘿嘿，放了你们那是不可能的。谢谢你啊，姑娘。敢问姑娘尊姓大名呢？都是小事，名字我就不报了。对了，你去来福路找来福客栈的掌柜，让那掌柜去报官，把这几个人抓了。啊，为什么去找来福客栈的掌柜？此时宫玉早已消失在夜色。宋关山，你为何鞭打捕快？
我没有啊，我是冤枉的，大人。你还想狡辩吗？这鞭子就在你手里面，不是你打的，难道是我打的吗？不是，没有，我真的没有打人，一定是有人诬陷我的。杨捕头，是他，一定是他打敌人。哼，你他娘的有病啊！想要推卸责任也找一个像样点的。你看他被拴在架子上，还能下得来打人呢？这时府衙陈大人走了进来，杨捕快主动过来，将自己推开牢门时看到的景象和之后询问宋关山的事情一股脑的告诉陈大人。大人，我是冤枉的。那你为何拿着鞭子？我不知道，我没有拿鞭子。你胡说！我们进来的时候，那鞭子分明就在你的手里拿着。不是我不知道那鞭子怎么会在我的手里。行了，把他们几个弄醒了，天亮以后升堂。大人，还有刚才抓了几个劫匪，明早到时候一并处理。这位小哥真是谢谢你了，要不是你，我还真不敢报官呢。没想到你有这么大的本事，既然能收拾他们3个。不是的，我也是得到贵人帮助，才让这3个人伏法的。对了，掌柜的，你这里还有房间吗？我想开一间。赵航来了，他来找来福客栈的掌柜，然后带来福客栈的掌柜去抓了3个人，说那3个人正是砸来福客栈的匪徒。哦，是吗？那赵航呢？来福客栈的掌柜让他住在了咱们的隔壁。住在咱们隔壁？这么说，咱们昨晚来的时候，来福客栈并非只有咱们住的这个房间，还有其他的房间了。这个奸商，咱今天不是要去府衙递状纸吗？什么时候去呢？你昨晚不是说捕快把那3个匪徒抓走了吗？那府衙今天应该会升堂吧？我打听过，升堂一般是上午4时开始，咱们现在去应该刚刚好。大人，我要报案。你要报什么案？我们昨夜被人抢了。你们这么凶悍，还会被人抢？我们是真的被人抢了，还望大人明察。那你倒是说说看，你们是怎么被人抢的？我们在街上瞎逛，想着找一家客栈住下，可没想到一道黑影突然从天而降，那黑影话都没说，就将我3人打趴下，然后等到我们醒来，我们身上的钱就不翼而飞了。一派胡言！本官已经查明，先是你们砸了别人的店，然后又去抢劫别人，之后被人制服，这才被本官捉住，是也不是？3个劫匪顿时傻眼，说不出话来。来人，先将这3人各打30大板，明日发配边疆，为大梁国的边疆出一份力。大人，我们不要去边疆啊！这3人刚被打完，宋关山等人便被带了上来。吴宇，文南他是被打了吗？别说话。宋关山，昨晚你是不是在大牢里用鞭子鞭打了4个衙役？大人，冤枉啊！大人，草民没有鞭打衙役。既然你没有鞭打衙役，那你的手里何以会拿着鞭子？草民昏过去了，都不知道那鞭子怎么会跑到草民的手里。你是说那鞭子还长脚会走路了？你并非府衙的衙役，没有权可以随意进入牢房，何以你深更半夜的会在牢房里出现？完了，如果我把主簿大人供出来，就算是出去了，我也会死得很难看。所以你是预谋好了，想要深更半夜的去打人？不是。张平，你们4人身上的伤可是宋关山打的？好像就是宋关山打的，我们当时都昏了过去。大人，你叫夏文南？草民正是夏文南。你当时也在场，那你说说看是谁打的人？回大人，宋关山家和我家同住在一个村里，前些天我们2家发生了一些矛盾，所以宋家便来报官将我抓了起来。然后呢？你继续说。草民是昨天被府衙的衙役抓来的，按理说没有大人的允许，任何人均不得动用私刑。可是宋关山他竟然买通昨晚值守的衙役，要狠狠地打我一顿。夏文南，咱们2家那是只发生一点矛盾吗？你去看我家宋江河，他被你打得在床上躺着都没法起来了。宋关山，这么说你是承认昨晚买通衙役打夏文南的事了？草民没有买通衙役。你给我闭嘴，夏文南。那你倒是说说看，当时牢房内都发生了什么事？夏文南当即把宋关山请几个衙役喝酒吃饭，然后喝醉后将他拴在架子上，开始打他的事说出来。大人，你别听他胡说八道，草民没有打人。就在这时，外面忽然传来砰砰砰的击鼓声。杨捕快去看看外面何人在击鼓。好的，大人。夏文南，你继续说。我被绑在架子上后，衙役就拿着鞭子过来打我，但他们好像都喝醉了，才打了一鞭子就晕倒过去。宋关山不满他们的表现，发疯似的抓起鞭子便给他们一顿毒打。胡说，你胡说！这时杨捕快从侧面进来，将一张状纸交到陈大人的手。陈大人看了看状纸，便又说道：“
去把击鼓鸣冤的人叫来。你二人与夏文南是一家人？是的。那你二人此番前来是要告宋家？不，准确的说，我二人告的是宋关山的媳妇宋刘氏。你叫宫玉是吗？是的，大人。好，那你再口述一遍，你为何要告宋刘氏？宫玉波澜不惊地将事情发生的所有过程都当着众人的面说出来，说的比那状纸上写的还仔细。众人一听，无不觉得宋家是在无事生非。肃静，大堂上不得喧哗。宫玉，你和夏家几兄弟是什么关系？这和案子有关系吗？问这个干什么？回禀大人，草民知道他们的关系。那你说，这个女人是夏家三兄弟花了10两银子买回去的媳妇。这女人气质不凡，本官来青州城上任5年，从来没看见过一个买来的媳妇还抛头露脸的来帮夏家兄弟申冤。这一份巾帼不让须眉的魄力，可不是普通女子能够比拟的。那你是夏家谁的媳妇？大人，夏家3兄弟合伙买一个媳妇，那3兄弟肯定共用一个媳妇啊！宫玉听得刺耳，怒气不住地在胸中盘旋。宋关山，在这大堂上，何时轮得到你来多嘴？来人，打他10大板！衙役二话没说，上来就将宋关山按了，随后便了好了，宫玉，你继续说。民女说的全是事实。大人若是想了解事情的真相，传上杨村的村民来问话就是。姑娘言之有理，要想了解事情的真相，确实应该传上杨村的村民来问话。来人，先将他们全部收监了，3天后再行审理。就在这时候，堂就有一个丫鬟急急忙忙地跑来。大人，老夫人心口痛，快喘不上气来了。什么？赶紧去请回春堂的赵大夫。是。赵大夫，你好啊。咦，姑娘，你怎么在这？你叫宫玉是吧？对。赵大夫这是要去哪儿啊？赵大夫，老夫人心口疼痛，还请赵大夫快一点。好，这陈老夫人心口疼痛都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我换了好几副汤药，总是不得缓解。对了，宫玉姑娘，若是无事的话，要不你随我去看看。赵大夫，这是陈大人居住的后院，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去的。你懂什么？这宫玉姑娘医术精湛，有她跟着去给陈老夫人诊治，治好陈老夫人的希望都要大许多。真的吗？那快随我进去吧。那好啊，我反正也没多大的事，就跟着赵大夫去长一长见识。你忍一忍，赵大夫就快来了。陈大人，赵大夫，你来了，你快看看我娘是怎么回事啊？咦，你何以会出现在这里？陈大人好，我是和赵大夫一起来的，赵大夫让我来做他的助手。陈老夫人疼得直流汗，赵大夫只好拿出银针给陈老夫人扎针，暂时性的止住陈老夫人的疼痛。还是赵大夫有办法。赵大夫给陈老夫人扎针，并非是治疗方法，而是给陈老夫人止痛，让她暂时安静下来，好诊断病情。你懂。宫玉姑娘说的不错，我给陈老夫人扎针只是暂时止住她的疼痛而已。宫玉姑娘，要不你来看看。赵大夫，看出来是什么病了吗？陈老夫人心口疼痛，呼吸不畅，以及她的脉象都显示她有心病，却不知为何陈老夫人吃了药后会不见缓解。行，那我看看吧。宫玉随后便坐了下来，开始给陈老夫人诊脉。这明显是得了冠心病了，不过现在还处于一种比较平稳的状态。陈老夫人今早吃了什么？老夫人今早跟大人一同就餐，吃了1碗稀饭，还有咸菜，最后还吃了半个点心。陈老夫人心口疼痛之时有没有呕吐？吐啦，老夫人把她吃下去的点心都吐得干干净净的。陈老夫人，你别担心啊，没多大的事，就是胃不好而已。以后你可不能再吃咸菜了，咸菜里面的盐太重了，伤胃。宫玉姑娘，陈老夫人真的只是胃不好？哪里只是这么简单？你先前不是检查出来陈老夫人有心病吗？此番饮食不当，所以才引发了胃病，导致心口疼痛。哦，原来如此。陈老夫人是肠胃型的心绞痛，也就是由胃部不适引起的。那得怎么开方子？陈大人，你去把笔拿来，我给你写方子。好的。这时陈老夫人的疼痛感再次袭来。娘，你忍忍，我这就叫人去抓药。看来我得先从空间拿点胃药，先让她止痛。陈大人，你家茅房在哪？我要出宫。桂花，带这位姑娘去茅房。姑娘，请随我来。说完，宫玉便跟着丫鬟来到茅房，随后便在空间里面拿出治胃病的药物，回来后便借机把这药拿了出来。
陈老夫人，您这几天胃疼的话，可以吃这个缓解，一次2颗，1天3次，和我开的那个中药错开了吃。好，谢谢姑娘。宫玉姑娘，这药要是吃完了，在哪可以买得到呢？去哪都买不到，这是我家祖传的啊。到哪都买不到的话，那我娘以后疼起来可怎么办？像陈老夫人这种情况，这药只能缓解疼痛，并不能拿来治病。要想把陈老夫人的病治好，还得吃刚才开的那种药方。那就好。姑娘，这是诊金，请收下。陈大人，这诊金我就不收了，区区小事，不足挂齿。竟然这钱你不收，那你想要什么？听陈大人这口气，是要答应我一个要求吗？未尝不可。关于夏文南的案子，还请陈大人公平审理。虽然夏文南打了人，却是情有可原。打了人还能情有可原？陈大人，如果有人跑你家来莫名其妙的骂你娘一顿，你会不会很生气的想要揍他一顿？敢辱骂我娘，那是活得不耐烦了。所以陈大人，夏文南只是做了一件你也有可能会做的事。那宋江河跑下家去骂谁了？骂了我。这么说，那宋江河跑下家去无事生非，才跟夏文南打架的了。确实是这样，还请大人明鉴。若是大人不信，大可传上杨村的村民来证实。宫玉姑娘，你是说有人跑到你家去骂你，然后你家人气不过就跟那人打了一架？是啊，屈人的事我们都不计较了，那家人还来府衙报官，将我家人抓了起来。怎么会有这种事？这不是贼喊捉贼吗？陈大人，这可得还宫玉姑娘的家人一个公道啊！好，我一定秉公办理。怎么样，宫玉，你可让我着急死了。本姑娘出马一个顶两，放心，小意思啦。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接下来咱们先去吃饭吧，吃饱了再想办法。咱们要在这飘香楼吃饭吗？听说这里价钱很贵的。走吧，我请你，行了吧？说完，二人便走了进去。虽然来过飘香楼，但宫玉主要接触的是后院的大厨。这时，小二走了过来。二位，本店吃饭可不能赊账啊，而且本店的饭菜可不便宜哦。这些够了吗？够了，够了，您稍等，我这就去给您去拿菜单。不用了，你就上5道你们这的招牌菜吧，我先尝尝。好嘞，您稍等。宫玉，要不咱们还是走吧，这里的菜价真是太贵了。怕啥？来都来了，咱就吃饭呗。没事啊，你就放开了吃，以后咱们还会有很多钱的。这就是你们店的招牌菜吗？对的，这可是我们掌柜花高价在海外学来的菜方。红烧茄子、家常豆腐、炒洋芋，这不就是家常菜吗？你这几个菜我看太普通了。这样吧，我再点一个佛跳墙和一个柴火鸡，你赶紧的去给我做来。你说啥？佛跳墙和柴火鸡我们没有啊，要不我给你来一道排骨木瓜汤。宫玉一听这汤他就想吐了，因为在家已经吃了很多回了。算了，那就这些吧。夏文轩，咱们快吃吧，吃完好去办事。好。你说你刚才来这里想看夏文南，衙役没让你进是吗？是啊，我都拿出2两银子了，那衙役也没让我进。经历昨天那场事，这里面的人肯定会被惊到的。有了。什么办法？想进去的话，咱们得去找杨捕快。不过找他之前还要去见一个人。什么人？嘿嘿，跟我来。咦，你们怎么又回来了？我可告诉你们啊，我家里没人，我爹娘都去做生意了，然后赵航昨晚就出去了，所以你们想找谁都找不着。那我们要是找你呢？你们找我干嘛？随后宫玉拿出一锭银子，赵小雨一看银子，眼睛直放光。我今天来找你是想和你合作的，这银子就是我们的本钱，怎么样，想合作吗？怎么个合作法？你知道夏文南吧？他现在在牢里，只要你帮着我们求你姨父杨捕快，让我们去牢房看夏文南的话，这2两银子就是你的啦。只是让我姨父放你们去牢房看看夏文南吗？对，就这么简单。行，那我答应了。赵小雨当即领着2人去他姨父杨捕快家。这个时间点，杨捕快正好回家来吃午饭，但不知为何，杨捕快今天到了家里，家里冷锅冷灶的，竟是没有饭吃。做饭，天天让我做饭，你看我都胖成什么样了？做了饭你可以不吃啊，是你胖，又不是我胖。二姨，
小雨，你来了，有什么事情吗？姨父，我来找你有点事。啥事呀？姨父，要不你出来说吧。瞧你这哪像是做饭啊，烧厨房还差不多。杨捕快，我来帮你做饭吧。不一会的功夫，宫玉便做了几张葱油饼和一锅红枣木瓜汤。杨捕嗅着那味道，馋得人垂涎3尺了。你这姑娘还要不要脸啊？居然上门来勾引我家男人！二姨，你说什么呢？他可是有夫之妇，才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乱七八糟的事。哼！姨父，我刚刚给你说的是。行，不就是探监吗？一会儿我去府衙就领你们去。好啊好啊，还是姨父好。你们快一点啊！我只给你们半个时辰的时间，时间长了，别人会说闲话的。好，谢谢杨捕快。三哥、芋头，你们怎么来了？你们是来看我的吗？夏文南，我们的时间不多，我带了药，是来给你上药的。你快把衣服脱下来吧。不用了，你把药放着，我自己上就可以了。文南，你冷吗？伤口疼吧？不冷也不疼，三哥，你别担心。你饿吧？这是刚买的烤鸭，快把这个吃了。这时烤鸭的香味正好飘到对面关着宋关山的牢房。夏文轩，是你带来的烤鸭吗？给我送一块过来啊！想吃自己买去。夏文轩，你别这样啊！我好歹还是你宋二叔呢，你总不能看着我饿肚子吧？宋关山，你若是让宋刘氏撤案，把我家文南弄出去，那到时候别说是一块烤鸭，就是一只烤鸭，我都送给你。撤案？那死婆娘怕死，看都不来看我一眼，我怎么让她撤案啊？行了，时间到了，赶紧出来了。夏文南，你慢慢吃吧，我们明天再来看你。明天还能来吗？唉，你保护好自己。人就怕遇事，这一遇到事，花钱就跟流水似的。哥们，你就别感慨了，我知道钱不好赚，可是钱该花的地方都得花啊。是啊，该花的地方还得花。对了，今天上午陈大人退堂的时候说3天后才会再次升堂，那咱们这2天是回去呢，还是怎么办？还是在城里待上1天吧，兴许明天会有什么好消息呢。说完，2人便往客栈走吧。刚走到一半，便遇到了飘香楼老板许墨。没想到会遇见你，我正愁怎么找你呢。你找公寓干嘛？你别误会，我只是想找公寓姑娘聊一聊关于菜品的事情。怎么了？又想弄新菜品了吗？是的，走吧，咱们进去说。